我原是云州市中医院的一名主治医生，而我妻子是这家医院最漂亮的护士，叫高洁。只可惜我们两个结婚还不到1年，连孩子都没有，我就遇上了车祸，变成了一个盲人，工作也丢了，失明半年多。我妻子并没有抛弃我，而是鼓励我坚强起来。为了照顾我的生活，我妻子还给我找了一名女护工，平时给我洗洗衣服、做饭。然而，这个好妻子的形象却在这天下午我一个高中同学的上门拜访给打破了。小凯，好久没见了，我路过这里来看看你，顺便给你带了点水果。谢谢你了，孙勇。春兰姐，麻烦你去将水果洗洗。好的，张先生。春兰姐就是我妻子给我找的护工，叫做李春兰。春兰姐离开之后，孙勇坐到了我身旁，小声地说道：“我有一件事想告诉你，你听了之后千万要冷静。什么事？我今天在街上看到你妻子和一个陌生男人在一起，两人有说有笑的，最后上了一辆宝马车走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顿时咯噔一下。我说这话没别的意思，就是怕你被蒙在鼓里，也可能是我想多了，反正你自己留个心眼。孙勇没有将话点明，但是其中的意思我却已经明白了。我情不自禁地攥紧了拳头，但为了家丑不外扬，我撒谎说道：“呵呵，孙勇，谢谢你的好意，不过你的确想多了。我妻子跟我说过，今天他表哥要来，那男的肯定是他表哥，只是因为我现在瞎了，他不方便在家里招待，所以他没带回来。”哦，原来是表哥呀。那是我误会了，实在不好意思，你可别往心里去，我还有事先走了。孙勇急匆匆地走了，但是我的心里却犹如翻江倒海一般，难以平静。张先生，我看你脸色不太好，你没事吧？我没事。春兰姐，麻烦你扶我去卫生间，我想要洗个澡。啊，现在洗澡？李春兰有些诧异，因为我平时从不在白天洗澡，她毕竟是个外人，照顾我洗澡多少会有不便。你帮我把水龙头打开，我一个人可以的。那好，你一个人小心点，千万别摔着磕着，否则我不好跟高女士交代。知道了，放心吧。我穿着衣服就躺进了浴缸中，将整个人都埋在水里，痛哭了起来，眼泪和水混合在一块。张先生，你洗好了吗？我一会就出去。哭过一阵后，我已经冷静了下来。我从浴缸里站了起来，刚一只脚迈出去，结果脚下一滑，脑袋重重地撞在了地上，昏迷了过去。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正躺在沙发上，一个陌生的女人正守在我的面前。张先生，你终于醒了，你吓坏我了。春兰姐，我有些错愕地看着眼前的陌生女人，心中吃惊无比，因为我发现我能看得见了。我激动得差点喊出来。这时，一阵开门声响起，随后一名漂亮的女人走了进来。老公，你怎么样了？我一看是自己的妻子高洁，立刻高兴地想要告诉她这个好消息。但是当我看到她的衣着打扮，尤其是她挎着的那款 LV 手提包时，不由愣住了。难道孙勇说的是真的？这些名牌包包、衣服、手表是那位宝马男送的？这一刻，我恢复视力的激动心情就如同一团火被浇了一盆冰水，瞬间就熄灭了。他快步走到我面前，蹲了下来，用手抚摸着我的额头，一股香水的气味扑鼻而来，与以前的香水味道也完全不一样。老公，我听说你摔倒了，立刻就赶回来了，你伤到哪里了？高女士，我检查过了，杨先生就是磕到了头，不过没有出血，只是昏迷了一会。你是怎么照顾我老公的？明明知道他看不到，还让他一个人去洗澡。不怪他，是我自己要去的，而且我也没什么大碍，就不要为难他了。看到他对我的关心，我心里却感受不到丝毫的温暖。我只想弄清楚他跟那个宝马车的男人到底有没有关系。老婆，你今天下午都在医院吗？听到我突然发问，高洁微微一愣，脸上闪过了一丝慌张之色，但是很快就消失不见。对呀，我不在医院还能在哪？你怎么会突然这样问？哦，没什么，只是闻到你身上有香水味，上班时间不是不允许喷香水吗？好闻吗？这是我新买的香水，离开医院的时候我才喷上的。听到他如此解释，我假装相信，点了点头。但其实我很想直接的问他，这一身名牌衣服、包包、手表是怎么来的？可是这样一来，他就知道我已经恢复了视力，在没有弄清楚他是否红杏出墙之前，继续装瞎子，往往能看到一些平常我看不见的事情。高洁扶着我回到了卧室中。你还要回医院吗？现在离下班也没多久了，我不回去了。等会儿我亲自下厨，给你做最爱吃的狮子头和红烧肉。趁着我妻子和李春兰两人在厨房里忙活的时候，我找出了手机，打了个电话给中医院的护士长杜红英。杜姐，我是张小凯。张医生，你怎么会想起给我打电话？是有什么事吗？呵呵，也没什么事，我就是想问问你，高洁她今天下午一直都在医院吗？对呀，一直在呢。她没有外出过吗？没有呀，你怎么会这么问？这种事你可以直接问她呀。难道你们夫妻间出现什么状况了？当然不是，我就是随口一问，你可千万别告诉她，否则她该生气了。行，我保证不告诉她。我先不跟你聊了，还有工作要忙，等改天我休班的时候去你们家看望你，拜拜。挂断了电话后，我心里松了口气，有了杜红英的证实，我更加相信孙勇多半是认错了人，他看到的那个女人应该不是我妻子。至于那些名牌衣服、包包、手表的来源，依旧是个谜团。自从听了昨天孙勇的一番话，我就变得敏感了许多，总是觉得自己妻子有问题，但是我又不相信她真的有问题，因为我很爱她，不想失去她。张先生，你今天起来的这么早呀？怎么没有喊我一声？要是您再像昨天一样摔着磕着，高女士会把我开除掉的。春兰姐，
昨天的事都怪我，你没做错什么。一会吃完了早饭，我想出去一趟。你要出去？李春兰惊讶地看着我，因为自从她来给我当护工，我从来没有迈出家门过一步。你是要去哪呀？高女士嘱咐过，不让你自己出门，要不然我给她打个电话询问一下吧。不用，我只是想去医院检查一下眼睛，你陪我去一趟就行，不用麻烦我老婆了。那好吧。吃过早饭后，我和李春兰一起打车前往了市区第3人民医院。张先生，我听高女士说，你和她不都是在市中医院上班的吗？你家离中医院还近，为什么反而跑到第3人民医院来？春兰姐，你别张先生的称呼我了，还是叫我张小凯吧。自从我失明后，工作也没了，所以不想见到以前的那些同事和朋友。李春兰听到我这么说，也就没有再问什么。张小凯，你在这等会，我去给你挂号。他将我安排到走廊的座位上，自己就跑去给我挂号了。就在我等着的时候，突然有人喊道：“张医生！”我扭头看去，就看到一名女护士朝着我快步走了过来，竟然是我原先在中医院的一个同事，叫李小婉。张医生，真的是你呀？你怎么会在这里？我虽然认出了李小婉，但是却假装看不到。你的声音听着好耳熟，你是哪位？我是李小婉呀，我跟高姐以前经常一起值夜班的，当初你追她的时候，我还帮你送过花呢。原来是你啊，抱歉，我一时间没听出来。我来这里是检查眼睛的，你怎么也在这？李小婉举起了手，在我眼前晃了晃，似乎在试探我是不是真的瞎了。我找了个男朋友，是第3人民医院的医生，他帮我走了走关系，把我调到这边来了。呵呵，恭喜啊！什么时候能喝你的喜酒？我虽然不方便去，但是我们家高洁一定会去参加你婚礼。我们下个月就要结婚了，我本来还想通知高洁的，但是她自从辞职后，我们都好久没见过了。我脸上的笑容顿时一僵，诧异地问道：“你刚刚说什么？他辞职了？你不知道吗？他几个月前就辞职了，说是要换份朝9晚5的工作，方便照顾你的生活。张医生，你能娶到高洁这样的好女孩，对你不离不弃的，真是你的福气。”我整个人如遭雷击，根本听不进去李小婉又说了些什么。我妻子如果真的从中医院辞职了，那么昨天杜红英说的话就是在欺骗我。那么高洁现在在做什么工作？为什么她从来没有告诉过我？昨天孙勇看到的女人，难道真的是她吗？我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李小婉似乎也察觉到我有些不对劲。张医生，你怎么了？这时李春兰也走了回来。张小凯，我已经挂上号了。我没事，你去忙吧，我也要去做检查了，以后有时间再聊。李春兰扶着我离开了大厅，我整个人满脑子都是怒火。检查完回到家，我将自己关在卧室中一整天，连午饭都没吃，一直到下午我妻子下班回家。老公，我听说你中午饭没吃，是哪里不舒服吗？今天我去第3人民医院检查眼睛了，遇到了一个原先中医院的同事。高洁听到我这话，脸色微微一变，似乎害怕我知道什么。你去检查眼睛，怎么不告诉我呀？我可以陪你去啊。医生怎么说？我的眼睛还是老样子，什么都看不到。我没有跟高洁说实话，因为这样一来，她以为我看不见，就不会防范我。你难道不感兴趣我今天遇到了哪个同事吗？那你遇到了谁呀？怎么会有我们中医院的同事在第3人民医院？李小婉。当我说出这个名字之后，我看到高洁的神色明显的有些慌乱。他告诉我说，你几个月前就从中医院辞职了，你为什么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我的确是辞职了，我之所以没告诉你，是因为你那段时间心情特别不好，我不想让你更担心。医院的工作不好吗？你为什么要辞职？那你现在做什么工作？我之所以辞职，还不是为了你。护士的工作虽然是体制内，工资福利也还可以，但是工作时间不规律，有的时候经常上夜班，我哪有时间照顾你？你失明在家之后，家里所有的开销都落在了我一个人的身上，就凭我那点工资，根本不够家里的开支，所以我辞职换了一份新工作，现在在一家美容会所上班，工资比以前高多了。听到他这样解释，我心里多少有点愧疚。我失明之后，就像个废人一样，天天躲在家里，衣食住行都不能自理，生活的担子都压在了高洁一人身上。单单请李春兰这样的一个护工，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美容会馆工资能有多少？我每个月基本工资加提成最少1万起步，我这才干了几个月而已，工资都快赶上我当护士1年的了。这么高？我顿时有点吃惊，如果是按照这个工资水准的话，那么高洁自己就买得起那些名牌包包、衣服、手表。那当然，我们美容会所接待的都是一些有钱的女老板或者富家小姐、太太，她们都可有钱了，所以提成特别高。那这家美容会所叫什么名字呀？红颜美容会所。红颜，名字挺不错的，是在哪条街呢？老公，你问这么详细干嘛？难道你是在怀疑我吗？我不是这个意思，老婆，你别多想。我问这么清楚，是想万一遇上什么事情，我至少有个地方去找你。哼，在京津路上，你要是有事找我的话，可以让春兰姐打电话给我，我会立刻赶回来的。呵呵，好的。张先生、高女士，饭菜已经快准备好了，你们洗漱一下，准备吃晚饭吧。对了，老公，我忘记告诉你了，我今晚有一个同学聚会，怕是不能陪你在家吃饭了。同学聚会，
我心中不由一动。我妻子很少在晚上外出，这一次说是去聚会，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我最担心的是，她不是去参加同学聚会，而是跟上次孙勇说的那个宝马男去约会。老婆，我很久没有外出过了，也没有参加过聚会，能不能带我一起去？你也要去？高洁的脸上不由露出了为难之色。老公，你眼睛不太好，还是在家休息吧。高洁越不想让我去，我就越觉得有问题。既然你不想让我去，那算了，我一个瞎子出去也只会给你丢人现眼。老公，你胡说什么呢？我怎么会觉得你给我丢人？只是我们今晚聚会都没说带对象去，既然你想去，那我就带你一起去好了。我们刚到一家叫最青春的 KTV 门口，一个女人就迎了上来。高洁，你来的有点晚了，大家都到了，就等你了。老公，这是我读医学院时候的同学季桃，你还记得吧？我们结婚的时候，她来给我当过伴娘。如果只凭印象的话，我还真想不起季桃长什么样子了。不过幸好我现在恢复了视力，能够看清楚季桃的模样，很快就想起了她是谁。你好，我是张小凯。呵，你这是不放心高洁啊，还亲自来当护花使者。我尴尬的笑了笑，正准备解释一下自己为什么跟来，季桃又说道：行了，赶紧进去吧，别让其他人等急了。我们三人来到了一个包间，我扫了一眼，里面有3个男的，1个女的，这几个人我全都不认识。诸位快看看谁来了，咱们医学院的白衣女神高洁。大家好，好久不见了。有人疑惑地看着我，这位帅哥是谁啊？这是我老公张小凯，中医院的主治医生，不过他半年前出了场车祸，导致双目失明。所有人听说我双目失明后，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不好意思，希望我的到来没有扫了大家的雅兴。行了，大家都不是外人，赶紧入座吧。接下来一阵推杯换盏后，我也跟着喝了不少的酒，感觉到有些头晕之后，我就假装喝醉了，靠在沙发上装睡。我去趟洗手间，你们帮我照看下我老公。等等我也去。他们2人一离开，剩下的那些人就开始说起了悄悄话。高洁的老公酒量也太差了，这么快就醉了。呵呵，在上学那会，高洁可是咱们医学院的校花，不知道有多少人追她，没想到最后便宜了一个瞎子，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你说要是能当着这瞎子的面跟高洁，得有多刺激？听到这几人的话，我气得暗中直咬牙。如果我不是在装醉，真想立刻就睁开眼臭骂他们一顿。不过这样也好，起码让我能了解到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行了，你们几个就别胡说八道了，小心被人给听到。哈哈，耀东，你怕什么？你瞧他喝得烂醉的样子，叫都叫不醒。我记得当初在学校的时候，你和高洁可是打得火热，为什么一毕业就分手了？一听到这里，我心里不由一紧，没想到这里面还有男人追过我妻子。李耀东，我看你来的时候开的是宝马车，你现在混得不错啊，为什么还没找女朋友？难道真的对高洁念念不忘？人家高洁现在已经是人妻了，你就别惦记了，我还单着呢，要不要考虑考虑？呵呵，你们这些家伙怎么这么八卦？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我和高洁现在就是普通朋友，不跟你们说了，我去上趟厕所。李耀东起身离开了包间，就在他走后，一名男子开玩笑似的说道：他哪是上厕所，我看是去会老情人吧。你的意思是他是去见高洁了？人家高洁老公可在这呢，李耀东不会干这种事吧？呵呵，他一个瞎子又喝得酩酊大醉，能知道什么？再说，你真以为高洁就是什么贞洁玉女？她能守着一个瞎子不离不弃过一辈子吗？我听的实在是忍无可忍，尤其是听到他们说李耀东并不是真的去上厕所，而是去私会我妻子了，我哪里还能忍得住？我故意咳嗽了2声，然后假装睡醒了过来。老婆，我捂着额头，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我老婆人呢？高洁她去卫生间了，还没回来呢，你坐下等会儿吧。哦，正好我也想去上个厕所。张小凯，你都喝成这样了，眼睛又看不到，自己怎么去上厕所啊？没关系，我叫个服务员扶我去。那不如我扶你去吧。离开包间，到了卫生间，但是我却没有看到李耀东在里面。于是我对扶我的男子说道：我肚子有点不舒服，可能要在卫生间蹲一会儿，你不用管我，先回去吧。那我一会再过来接你。在卫生间没看到李耀东，我心里不由有些着急。再加上有人说李耀东开的是一辆宝马车，我不由怀疑，之前孙勇说我妻子上了一辆宝马车，还和对方有说有笑的，难道那宝马男就是李耀东？我越想越觉得有可能，连忙拿出了手机拨打了我妻子高洁的电话，但是电话一直没人接，语音提示对方可能正在忙，暂时无法接通。忙？他能忙什么？除非他现在和李耀东在一块，否则怎么会不接我的电话？我立刻从卫生间里走了出去，就算是暴露我复明的这个秘密，也不能让我妻子跟别的男人。我刚刚走出卫生间，突然就看到之前扶我来卫生间的那名男人回来了，我连忙抬起双手，装作在摸索前进。那名男人脸上露出了一种戏谑可怜的表情。张小凯，你怎么自己出来了？幸好我来得及时，要不然你走丢了，我可怎么跟高洁交代？走吧，我扶你回去。我老婆回去了吗？对，她回去了。我心里不由松了口气，心想看来是我想多了，我妻子并没有和李耀东在一块。当我们回到了包间后，却没有看到我妻子高洁，也没有李耀东，但是却多了一个陌生的女人。张小凯，高洁她也喝多了，靠在沙发上睡着了，就坐你旁边呢。
那个男人给那名陌生女人使眼色，那名陌生女人靠近了我的怀里，装出一副喝醉的样子，身上还散发着一股酒气，也不知道是他们从哪找来的。我脸色阴沉了下来，这些人摆明了是随便找个女人糊弄我，担心我去找高洁。我没有拆穿他们，因为我想弄明白他们这么做是什么目的。上集说到，高洁的几个同学为了给他和李耀东拖延时间，找了个陌生女人假扮高洁敷衍我。接上集，既然高洁也喝多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吧，我先带她回家去了。一时间，所有的人都慌了。哎，张小凯，你别着急走啊，再玩一会吗？就是让高洁睡一会，等他醒酒，你们再回家，要不然你也不认识路呀。对，大家难得聚一聚，今天得玩尽兴。他们全都挽留我，死活不让我离开。我心里有些明白了他们的用意，他们这是在拖延时间，应该是为还没有回来的高洁、李耀东他们打掩护。我心灰意冷的笑了笑，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那么我也没什么放不下的了，大不了就是离婚。差不多过了1个小时左右，高洁和李耀东两人一起走进包间，扶我去卫生间。那男的轻车熟路的又给他俩使了使眼色。高洁扫了我这边一眼，小心翼翼的来到我身旁坐下，然后假装睡下。老公，咱们回家吧。而他的身上散发着一股沐浴露的气味，似乎刚刚洗过澡似的。我没有说话，只是站了起来。高洁对其他人说道：时间不早了，我们先走了，下次咱们再聚。我们打了一辆出租车，在车上我闭着眼睛一言不发，心里却已经在思考如何跟高洁谈离婚的事情。很快，出租车到了小区门口后，我们下了车，但是我没有回家，因为李春兰还在家里。如果一会我和高洁争吵起离婚的事情被她给听到，那么只会令我更难堪。老公，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喝多了难受呀？此时我强忍住要爆发的怒气。你和李耀东干什么去了？你这话什么意思？都觉得我是个瞎子，就不知道躺在我怀里的女人不是你是吗？你和李耀东足足消失了差不多1个小时，你们两个老情人难道不是去旧情复燃了？老公，你听我解释，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我不知道你是从哪听说我和李耀东之间的关系，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证，在我去之前，我并不知道李耀东也在。我和他以前的确曾经谈过一段时间的恋爱，但是自从毕业后，我们两人分手就没有再联系过。今天的见面纯粹是偶遇，我和他之间早就没有任何联系了。打住！我不是一个斤斤计较的人，过去的事情我可以不在乎，毕竟每一个人都有过去。我只想知道你们消失的这1个小时都去了哪，做了什么？老公，我这1个小时都和季桃在一块儿呢。你和季桃在一块儿？我不由皱起了眉头，这才想起来，似乎季桃自从去上厕所到我们离开的时候，他都没有再出现过。我和季桃上完厕所出来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喝醉的，他竟然把我和季桃当成了 KTV 陪酒的公主，想要占我们的便宜。本来我们没想搭理他的，可是那人拦着不让我们走，一把将季桃的衣服给扯坏了，还吐了我一身。幸好这个时候李耀东出现了，他帮我们把那人赶走了，然后送我和季桃去了附近的一家酒店。季桃的衣服被扯坏了，我也被吐了一身，所以我在酒店洗了个澡，这才耽误了那么久。自始至终都是我和季桃在酒店房间。听完高洁的解释后，讲述的过程中一直很镇定，而且也没有停顿。难道他说的这些都是真的？那我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一直没接？你给我打电话了吗？高洁连忙拿出手机打开一看，满脸歉意的说道：老公，不好意思，我手机调静音了，所以没听到铃声，对不起。我所有的怀疑都被他给一一解释清楚了，一时间我的怒气消解了不少。但是对于他与李耀东消失的这1个小时，我始终保持着怀疑态度。那季桃他人呢？我洗完澡后发现季桃睡着了，就没有叫醒他，而且他也不太想回家。你把他一个人放在酒店安全吗？去看看他吧。老公，我看你还是在怀疑我和李耀东之间的关系吧。既然如此，那我就带你去酒店一趟，正好酒店房卡还在我这。如果不弄清楚高洁消失的这1个小时究竟都做了什么，我始终心里不安，总觉得头顶绿油油的。虽然我知道回酒店去查看会让高洁不高兴，但我还是坚持这样做，因为我要弄清楚真相。老婆，我不是不相信你，只是你也明白，我现在眼睛看不到了，心里缺乏安全感。你那些同学们都说你和李耀东旧情未了，你们又消失了那么久。好吧，为了打消你的疑虑，那我就陪你去一趟。我和高洁又打车回到了最青春 KTV 附近的一家酒店。老公，一会儿我先进去把季桃给叫醒，然后你再进来。为什么？他没穿衣服呀，我要是把他叫醒，他看到你在，不是会很尴尬吗？我又什么都看不到，他有什么好尴尬的？可你毕竟是个男人呀，她又是我闺蜜，你理解一下我好吗？听到高洁这样说，我也不好再多说些什么，但我心里却已经打定主意，只要他前脚进去，我后脚就跟进去。他拿出房卡把门打开走了进去，我伸出一只手挡住了门，防止房门自动锁上。我在门口等了2秒钟，正准备进去，突然房间中传出了一声尖叫，没等我反应过来，高洁就跑了出来，还把房门给关上了。老婆，你怎么了？高洁脸上的神情很古怪，似乎在掩饰着什么。老公，咱们要不先回去吧，等明天的时候，我再让季桃给我作证。为什么要等明天？你刚刚在里面看到什么了？为什么大叫了一声？高洁不由分说的拉着我就往外走。咱们先下楼，我一会再跟你解释。他把我从酒店中强行给拉了出来，我甩开了他的胳膊，不悦的说道：到底怎么回事？你要是不说清楚，我就不走了。老公，哎呀，我该怎么跟你说呢？
这件事不好说。有什么不好说的？难道季桃不在房间里吗？他当然在，只是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个男人在房间里，他们两人在做那种事。你不是说只有季桃在吗？怎么会有男人？那你拉着我走干嘛？我们不是应该救季桃吗？哎呀，我实话告诉你吧，那个男人是李耀东。我一进去看到他们两人在床上做那事，把我给吓了一跳，所以我就跑出来了。啊！说的是真的？可是李耀东他没有房卡，他怎么进去的？这我怎么知道？可能是季桃给他开的门吧。咱们别管他们了，还是赶紧回家吧。我心有不甘，因为我根本没来得及进房间查看李耀东和季桃两人在不在房间里，我一无所知。但如果真的像高杰说的这样，那我们的确不适合在第二次闯入了。我趁机借题发挥。这李耀东真不是东西，他难道不知道季桃是有妇之夫吗？怎么能干出这种不要脸的事情？如果季桃老公知道了还不嘎了他？老公，这件事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反正季桃和她老公很快就离婚了，要是被她老公知道这件事，肯定饶不了她。这季桃要是已经离婚了，那我无话可说。但她没离婚，却跟李耀东鬼混，那就是对婚姻的不忠。这样的人在古代是要被浸猪笼的。你以后不要跟这种同学来往了。我故意说的这么难听，就是想试探高杰的反应。如果他真的背着我做了见不得人的事，那他听了之后脸色肯定不会好看。但我发现他的情绪的确不高，似乎是有心事的样子。上集说到，我还没来得及进房间查看，高杰就惊慌失措地跑出酒店房间。于是我为了试探高杰的反应，故意说一些李耀东和季桃的不是，但是高杰却一副有心事的样子。接上集，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高杰已经去上班了，床上只剩我一个人。我今天原本计划去一趟昨晚的那家酒店，打听一下是不是像高杰说的那样，是他和季桃开的房间。但是有李春兰在，我不能够自由外出，只有尽快辞掉他，我才能想去哪就去哪。直到下午，高杰回来，高杰似乎十分的开心，满脸堆笑的问我：老公，你今天一整天在家都干嘛了？我一个盲人还能干什么？除了睡觉就是发呆。老公，你不会打算一直这样下去吧？听到高杰这样问，我疑惑地看了他一眼，觉得他似乎话里有话。那我能怎么样？如果我眼睛复明了，那么我或许还可以回医院工作。我一个瞎子，就算我想去上班，也没有地方容得下我。老公，你虽然眼睛失明了，但是你的医术还在。我今天听一个朋友说，盲人按摩这个职业不错，你要不要尝试一下？我不由一愣，没想到高杰要跟我说的是这件事。盲人按摩？高杰似乎害怕我会反感此事，又连忙说道：老公，你当初学的就是中医，针灸、拔火罐、刮痧，对你来说那都是小菜一碟。我跟你说这些，不是想逼着你去工作挣钱，我只是担心你天天待在家里会把自己给憋坏了，想给你找点有意义的事情做。如果你不想做的话，那就算了。我眼睛自从复明后，其实我一直想再回中医院继续工作，但是这样我就没时间调查高杰是否出轨。不过要是我听了高杰的建议，去开一家盲人按摩，这样一来，我白天就不用在家待着，可以随意在外面调查。老婆，你这个建议挺好的，我其实也一直想找点事情做。这盲人按摩的确能发挥我以前医生的特长，我想试试。真的吗？那太好了，那我找朋友给你介绍个地方吧。我不想给别人干，我的脾气你也知道，最受不了别人说三道四。要不然你给我租一个店铺，我自己干吧。也行，反正只要老公你喜欢就好。我明天找个租房中介问问。这时，李春兰笑着走了过来。张小凯，你开店的话，一个人忙不过来吧？要不然我去店里帮你。我之所以去做盲人按摩，完全就是为了摆脱掉李春兰，能够自由行动。要是她跟着我去了店里，那么我跟在家有什么区别？不用，春兰姐，你每天照顾家里已经很忙了，再去店里帮忙太累了，我自己找个助手就行。而且我也不一定做得来，就是尝试一下。春兰姐，小凯说的对，你把家里照顾好了，让我们下班回家的时候有口热乎饭吃就行。那好吧，饭菜马上就做好了，洗手准备吃晚饭吧。洗完手后，我们坐在一起吃饭。这时，高杰的手机响了一声，来了一条信息，我随意的瞥了一眼。信息的内容令我大吃一惊。看到这条信息内容后，我整个人如同五雷轰顶一般，脑袋里嗡嗡的。这么亲昵的称呼，一般只有恋人、情人、夫妻或者父母子女之间才会这样称呼。但刚刚那条消息并不是高杰父母发来的，而且他父母从来没有称呼过他宝贝。再加上那个老地方见，很显然对方与高杰不是第一次约会了。我握着筷子的手默默地攥紧，假装很随意地问道：是谁发来的信息？高杰连忙将手机给拿了起来。没谁，是推送的一条新闻信息。我没有再追问下去，假装什么都没发现，就想看看高杰今晚是否会去赴约。吃过晚饭后，我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高杰陪在我的身边，他似乎一点也不着急去赴约。他难道推掉了今晚的约会？快到8点左右的时候，高杰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老公，我有点口渴了，我去倒杯水喝。高女士，我去倒吧。不用，我自己去就可以。高杰阻止了李春兰，自己起身去倒水。过了一会，他用托盘端着3杯水走了回来，放在茶几上。他自己拿了一杯，然后给我也拿了一杯。老公，你也喝点水吧。春兰姐，剩下那杯是给你倒的，谢谢。我接过了高杰给我的水，正想喝的时候，突然发现杯口沾着少量的白色粉末。我又仔细观察了一下水杯，水并不是很清澈。我心里一惊，难道高杰在水里下了什么药？高杰看到我没喝，
老公，你怎么不喝呀？我原本想说自己不渴，但是我转念一想，如果水里真的下了什么药，那么高洁肯定不是想谋杀我，最多是让我昏迷而已。我猜他之所以这样做，极有可能是为了去赴约。我只有喝下去才能验证水里是不是下了药，同时才能引蛇出洞，看看高洁接下来会去做什么。我喝了2个小口，并没有将所有的水都喝掉。老公，你怎么不多喝点？晚上多喝水对身体好。我现在不是很渴，过一会儿再喝。我将水杯放了回去，没有再碰水杯。差不多过了10分钟左右，李春兰就开始打哈欠了。高女士，张先生，我有点困了，如果你们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去休息了。春兰姐，那你先去睡吧，我陪小凯再坐会儿。李春兰回了自己的房间中，我发现自己也有点昏昏欲睡的感觉，眼皮有点沉。水里肯定是放了安眠药，否则我不至于才8点多就开始犯困。随着时间1分1秒的过去，我也情不自禁的打起了哈欠。老公，你是不是困了？要不然咱们回房间睡觉吧。我担心再坚持下去，我会直接睡着，索性趁着自己还能保持清醒，先回房间去。好，我的确有点累了。我和高洁回到卧室后，老公，你先睡吧，我去卸妆。我躺下之后，高洁离开了卧室。她一出去，我立刻用力在自己的大腿上拧了一下，疼得我顿时咧起了嘴。好在安眠药只是促进睡眠的药物，除非大量服用，否则不会很快就昏睡过去。也就是说，即使服了安眠药，如果服用的人心里有抵触，再使用一些外来刺激，是可以抵消掉安眠药的药效的。大约过了20分钟左右，我一直坚持没有睡着。当我听到门外传来脚步声时，连忙闭上了眼睛，假装已经熟睡了。高洁走到了我的床边，小声的喊了起来：“老公，你睡着了吗？”我一动不动的躺在床上，见我没有反应，高洁就蹑手蹑脚的离开了卧室。我睁开眼睛，陷入了一种很复杂的心情中。我起床正准备打开卧室门看看，这时卧室的门锁转动，发出了声响。我以为是高洁回来了，连忙重新躺回了床上。我看到一道黑影朝着床边慢慢的走了过来，然后轻声的喊道：“张小凯，你睡着了吗？”听到对方的声音，我不由一惊，这黑影不是高洁，而是早就去入睡的李春兰。李春兰见我没动静，她竟然轻轻的上床躺在了我的身边。上集说到，高洁收到暧昧约会信息，为了赴约给我喝放了药的水，想让我沉睡过去。没想到高洁刚离开，李春兰却偷偷进了我的卧室。接上集，李春兰在我身边躺下后，见我依然没有动静，便开始大胆的朝我伸手，准备行不轨之事。他如此大胆的行为令我内心吃惊不已，我一把抓住了李春兰的手，阻止了他进一步的行动。把手拿开！听到我的声音，李春兰慌张不已，连忙把手抽回去，躺在我身旁一动也不动。她这样做大概是想要继续假扮高洁蒙混过关。春兰姐，我们去客厅聊聊吧。被我喊出了名字，把李春兰给吓了一跳，她有些紧张害怕的问道：“你没睡着吗？你不也没睡着吗？”李春兰听到我的话，她终于确定了我没睡着。我深吸了一口气，平复了下自己的心情，然后从卧室来到了客厅，却没看到李春兰。她可能觉得有点没脸见我，躲进了自己的卧室中。于是我主动喊道：“春兰姐，你出来吧，刚才的事情就当是一场误会，但是我想跟你了解一些事情，是关于高洁的。”过了一会儿，李春兰才走了出来，但是她低着头，不敢看我。张先生，刚刚我说过了，刚刚的事情是误会，不要再提了。但是我希望你能老老实实的回答我几个问题，可以吗？可以，当然可以。你想问什么？你是不是知道今晚高洁会外出？我的确知道高洁要外出。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是因为看到了高洁的信息，才猜测到她今晚可能会外出。但是当时李春兰坐在我们对面，不可能看到信息的内容，而且高洁给我喝的水中下了，那么她给李春兰喝的水里肯定也有。但是李春兰却没有睡着，说明她和我一样早就有了防范。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像今晚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你这话什么意思？你别误会，我不是说我进你房间不是第一次了，而是高洁晚上外出已经不是第一次。自从我来到你们家做护工，她起码有过3次晚上外出的情况。我暗暗攥紧了拳头，也就是说，在我失明期间，高洁早就有了出轨的迹象，并不是这几天才有的。哪3次？都是在什么时候？李春兰回忆了一会儿，才缓缓说道：“第一次好像是我来你家的第2个月月底，第2次是第3个月的月中，第3次是第3个月的月底，我应该没记错。我失明的这半年多时间，前2、3个月都是在住院治疗，身上的伤势好了之后才回家休养的。而李春兰也是我回家休养的时候，高洁从外面雇佣来的。也就是说，李春兰说的第一次是我失明第5个月的月底。我努力的回忆着她说的这3次时间，因为那段时间我的心情一直很糟糕，也分不清白天黑夜，我有点回忆不起来。那算上这一次，这是第4次了是吗？应该是吧。那你知道她出去做什么了吗？这个我真的不清楚，毕竟我也没有跟着他出去。不过他好像一出去就是一晚上，第2天一大早才回来。他居然一夜不归。
我顿时气得脑袋直疼，眼前一阵阵发黑，像是要再次失去视力一样。我双手抱着头，想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如果我再次失去视力，那我恐怕就真的对这个世界绝望了。李春兰见我这副模样，连忙安慰我道：“张小凯，你没事吧？你别乱想，或许高姐她只是出去跟朋友聚会了，毕竟现在的年轻人彻夜不归是常有的事。”春兰姐，你先去休息吧，我想一个人静一会儿。哦，那好吧，你千万别多想，有什么事你就叫我。李春兰起身回了卧室，而我在客厅中坐了一整夜，大约早晨6点左右的时候，高洁才回来。你回来了。突然听到我的声音，高洁瞬间吓了一跳。老公，你怎么坐在客厅里？你不应该先解释一下，你昨晚都出去做了些什么吗？你怎么知道？高洁立刻意识到我可能在客厅坐了一整夜，她脸上满是慌乱之色。老公，你千万别多想，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呵呵，你知道我想的是什么样？那你给我解释一下吧，你这一整夜都去哪儿了？做了些什么？难道你又去和季桃喝酒，然后喝多了，2个人在酒店开房睡了一夜吗？老公，我昨晚是出去了，但绝对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请你相信我好吗？哼，想让我相信，那你就解释清楚。我昨晚的确是跟朋友去聚会了，但我那朋友是女的，昨晚也是我们2个人在一块儿，不过不是季桃。你这解释还真是不费功夫，把我说的照搬过来就用。就算你说的都是真的，那我再问你，你出去聚会又不是见不得人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前天我带你去参加同学聚会，结果惹得你不高兴，还让你怀疑我和李耀东之间有不清不楚的关系，你还说不让我和他们继续来往了。我是担心你知道我又出去聚会，心里会胡思乱想，所以才没敢告诉你，这的确是我的错，你能原谅我吗？所以你就在我喝的水中下了，你为什么不干脆喝我这个瞎子？高洁脸上瞬间变了颜色，就像是一个被人戳穿了谎言的小丑。高洁的解释在我看来是那么的苍白无力，因为无论什么理由给自己的丈夫，这都是一件令人无法原谅的事情。老公，你在说些什么？我怎么可能害你？我们是夫妻，难道彼此之间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了吗？信任是建立在坦白的基础上，你如果只是昨夜一次未归，那么我或许会相信你是清白的。可是你给我解释一下，你上个月月中、月底左右晚上又出去做什么了？老公，你是怎么知道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既然做了，难道还怕别人知道吗？你现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高洁陷入了沉默之中，似乎已经无法再为自己做出辩解。既然你没什么想说的，那我也不逼你了，咱们好聚好散吧。说出了这句话，我感觉自己心里瞬间变得空荡荡的，好像失去了什么。高洁同样吃惊地看着我。不，你不能这样对我，老公，你不就是想知道我做了些什么吗？我告诉你好了，我之所以昨晚出去，是因为我们美容会所的老板佩姐叫我去的。佩姐她每个月中、月底都会搞一些美容沙龙聚会，叫我去帮她招呼客人。我本来是不想去的，但是我在美容会所上班，又不能得罪佩姐，所以才不得已去的。那你不能换一份工作吗？难道只有美容会所这份工作适合你？高洁眼眶里闪烁着晶莹的泪水，但并没有当着我的面哭出声来。老公，在你失明这段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一直瞒着，没敢告诉你。一夜夫妻百夜恩，毕竟我还是很爱高洁的。看到她这副模样，我心里多少有些不忍。什么事？我告诉你，但是你答应我，听了之后要保持冷静好吗？高洁紧张地看着我，似乎害怕我听了之后会接受不了。我原是云州市中医院的一名主治医生，而我妻子是这家医院最漂亮的护士，叫高洁。只可惜我们2个结婚还不到1年，连孩子都没有，我就遇上了车祸，变成了一个盲人，工作也丢了，失明半年多。我妻子并没有抛弃我，而是鼓励我坚强起来。为了照顾我的生活，我妻子还给我找了一名女护工，平时给我洗洗衣服、做做饭。然而，这个好妻子的形象却在这天下午我一个高中同学的上门拜访给打破了。接上集，我告诉你，但是你答应我，听了之后要保持冷静好吗？高洁紧张地看着我，似乎害怕我听了之后会接受不了。就在你发生车祸住院后，咱爸妈得知了消息赶来看你，结果咱妈听说你会有生命危险，眼睛也可能会瞎了，一时受不了刺激，发生了脑出血。说什么？我妈她现在怎么样了？她现在在哪呢？老公，你别激动，你冷静一点。我哪里冷静得下来？快告诉我，我妈她脑出血怎么样了？作为一名医生，对于这种受到刺激引发的脑出血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我心里是非常清楚的。轻者虽然不会丧命，但是会留下一些后遗症，重者会直接造成脑死亡。老公，咱妈她没什么大碍，现在就住在中医院，只是她有点语言障碍。我整个人瘫跪在地上，心里难受无比。我怎么也没想到，在我发生车祸后，竟然还连累我妈也发生了这种意外。妈，对不起。我自责的痛哭了起来。高洁连忙阻止了我，她将我的头抱在怀中。老公，这不能怪你，你不要这样。我在高洁的怀中哭了一会儿，情绪缓解了许多。带我去看我妈。好，我带你去。高洁带着我来到了一间特护病房，病床上躺着一位50多岁的中年女子，正是我妈。我爸陪在病床边，看到这一幕，我顿时热泪盈眶，忍不住要哭出声来。爸妈，我带小凯来看你们了。我爸满脸的意外之色，立刻站了起来。小姐，你怎么把小凯给弄来了？不是说好先不告诉他的吗？对不起，爸，我说漏了嘴。我望着躺在病床上的我妈，忍不住又要流出眼泪。
我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握着我妈的手，压抑不住内心的情感。妈，儿子不孝，连累您生病住院，到现在才来看你，儿子不孝啊！不哭。我妈因为脑出血造成的语言障碍，无法像正常人一样交流，咬字不清，说话也含含糊糊的。小凯，站起来，别让你妈看得难受。你妈现在不是好好的吗？我爸将我从地上扶了起来，让我坐在他的座位上，看着我妈这副样子，我心里难受无比。来之前有很多的话想说，可是现在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深深的愧疚和自责。爸妈，你们先聊着，我出去一趟。高洁走后，我爸对我说道：小凯，小杰是个好姑娘，你要珍惜她。你车祸住院后，你妈也一病不起，这段时间都是靠小杰她一个人撑着家里。她除了照顾你，还经常来医院照看我和你妈，医药费、生活费都是她出的。为了能多挣些钱，她还辞去了护士的工作，去了别的地方上班。听到我爸这样说，我才明白，原来高洁辞职的事情，我爸妈早就知道了，只是都瞒着我。我内心也不由一阵感激。如果不是高洁帮忙照顾我爸妈他们二老肯定要受苦受累。这时，我妈含糊不清地说道：咦，生个孩子？妈，你这说的什么意思？你妈是说让你和小杰抓紧生个孩子。你现在眼睛看不到了，人家小杰年轻貌美的，你们两人之间要是没有个孩子牵连着，我和你妈都担心你们会不长久。我妈忙点了点头，即使她现在已经病成了这样，心里却依旧牵挂着我。我爸我妈他们这样说，其实是担心我会被高洁给抛弃了。我正想跟我爸妈说我已经复明的事情，这时病房的门被打开，是高洁回来了。小凯、小杰，你们俩没事赶紧回去吧，我们在这挺好的。小杰他还要上班吧，别耽误工作。爸，你就让我多陪陪我妈吧。既然这样，那让小杰先回去吧。好，那我晚点再来接小凯回家。高洁离开后，我在医院一直待到下午，我爸才催促我赶紧回家去。时间不早了，我送你打个车回去吧。记住你妈说的，尽快要个孩子，也算是完成我和你妈的一个心愿。我回到家的时候，高洁在床上熟睡，看到她的手机放在床头柜上，我拿起了她的手机，想看看昨天给她发暧昧信息的人究竟是谁，但是她微信似乎清理过，一条消息都没有，于是将季桃的名片分享到了我的微信上，然后删除了记录。这时，高洁的手机闹铃突然响了起来，将我给吓了一跳。我连忙将手机重新放在床头柜上。高洁听到动静，也从熟睡中被吵醒了过来。老公，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刚刚回来，听春兰姐说你可能在睡觉，所以我就没叫醒你。你手机响了，是不是来什么电话了？不是电话，是我定的闹铃。本来想这个时间去接你回来的，你怎么没多陪陪爸妈他们？是爸说时间不早了，让我回家的。老婆，谢谢你帮我照顾爸妈他们，替我尽了孝道。呵呵，老公，你爸妈也是我爸妈，照顾他们不是应该的吗？老婆，是我拖累你了。不许这样说，你忘了当初我们结婚时的誓言了吗？无论好与坏，富裕或是贫穷，健康还是疾病，都要彼此珍惜相爱。我从来没有觉得你拖累了我。不过说真的，当初你出了车祸，妈又病倒，我当时真的觉得天都要塌了，还一个人偷偷躲起来哭过。要不是撞伤了你的那人赔偿了100万的医疗费，我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我第一次听到高洁说起这些事。作为一个柔弱的女人，她能够抗住这些事情带来的压力，的确非常的不容易。对不起，我答应要给你幸福的，我不仅没有做到，还让你承受了一切。老公，昨晚的事情都是我不对，但我真的是害怕你多想，而那种场合我又不方便带你一起去，所以才做了错事。你要是还不相信我的话，我给佩姐打电话，叫她来咱们家给我作证。不用了，我相信你，我以后再也不会胡乱怀疑你了。但是如果你晚上要出门，我希望你能告诉我。老公，你真好，谢谢你这么信任我，我以后如果外出，一定先告诉你，不让你再担心了。老婆，我还想跟你商量个事情。什么事呀？老婆，我们生一个孩子吧。高洁不由一愣，一副很意外的样子，似乎她并不想要孩子。怎么了？你难道不想要一个我们的孩子吗？当然不是，只是这种事情也不是想要就能要的。你是医生，这你肯定清楚。嘿嘿，那我们每个月多几次，几率就大了。经过一番激烈的运动后，我们两人都浑身是汗的停了下来。老公，我身上都是汗，想去洗个澡，你去吗？我不去了，你自己去吧。高洁起身准备去洗澡，我随意一瞥，突然看到在她屁股上有一只蝴蝶的纹身图案，我脸色顿时有些难看，因为高洁身上原先是没有纹身的，更不会在这种地方纹身，这种部位大都是为了讨好男人，毕竟她自己又看不到。我躺在床上，心情却很是复杂。本来我已经不想再追究下去了，可是高洁身上突然出现了纹身，证明她昨晚绝不只是去参加美容沙龙聚会那么简单。我因车祸失明半年多，一次洗澡的时候摔倒，经意外复明，但当我睁开眼睛看到妻子时，我决定继续装瞎。接上集。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餐，高洁去上班后，为了弄明白同学聚会那晚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回到卧室，拿出手机添加了季桃的微信，约好半个小时后在中心商场咖啡厅见。张小凯，你约我有什么事？坐下聊吧，要不要喝点什么？不用了，有什么事你就问吧。一会我约了人逛街。这件事情有点难以启齿，但我只能来问你，那晚同学聚会你去哪儿了？怎么没有再回来？
季桃没有立即回答我，因为戴着墨镜，我看不到她的眼睛，只看到她嘴角上扬。你那晚不是喝醉了吗？而且你又看不到，你怎么知道我没回去？季桃的反问令我有点措手不及，出乎意料。我想了想，决定实话实说，否则季桃肯定会跟我一直反问兜圈子。季桃，其实那晚我只是喝多了，并没有喝醉。你和高杰出去上厕所那段时间，我的酒就醒了。我还听到有人说，有个叫李耀东的是高杰在大学时的前男友。就在你和高杰离开的这段时间，李耀东也离开了。后来他和高杰一起回来的，唯独你没回来。我怀疑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所以想问问你。你还真是够直白的，听你话里的意思，你应该是问过高杰吧？那他怎么说的？他说他和你去上厕所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喝醉的扯坏了你的衣服，还吐了他一身。后来李耀东恰巧出现赶走了那人，又送你们去了附近的酒店洗了澡，然后才回了 KTV。他这不都告诉你了吗？那你还在怀疑什么？真的只是这样吗？呵呵，张小凯，其实我挺同情你的。你一个瞎子，自己老婆就算在外面跟别人发生了什么，你自己也不知道，所以你会胡思乱想。不过有一点你说的很对，李耀东的确是高杰在大学时的前男友，但那已经是过去式了。我劝你一句，别胡思乱想了。高杰没有抛弃你这个瞎子，你就感恩戴德吧，和他好好过日子。季桃的话有些难听，让我听了心里很不舒服。我反唇相讥道：谢谢你的劝解，不过我听说你和你老公的夫妻生活不太和睦，他一直满足不了你，难怪你会和李耀东搞上，我也挺同情你的。你闭嘴，是谁告诉你这些的？我没有回答他，只是嘴角故意露出不屑的笑容。是不是高杰告诉你的？肯定是他告诉你的，口口声声说是好姐妹，会为我保密，他竟然告诉了你。坏了，季桃要是去找高杰，那高杰就知道我背后调查他了。那个季桃，你的事情我不感兴趣，你和李耀东之间的事我也不会告诉你老公的，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我起身准备离开，季桃却拦住了我。你对我的事不感兴趣，难道对你老婆高杰的事也不感兴趣吗？你这话什么意思？你知道高杰和李耀东两人为什么在毕业的时候分手了吗？这个秘密只有我知道。每个人都有过去，无论高杰跟李耀东之间以前发生过什么，我不在乎，因为他现在是我老婆。哼，你不想听，可我偏偏要说，是因为在毕业的时候高杰查出怀孕了，李耀东不想要那个孩子，逼着高杰去拿掉孩子，所以他们两人分手了。听到这个秘密，我忍不住瞪大了眼睛。虽然这是过去的事情，但是听到高杰和李耀东有这样一段过往，仍旧令我心里很难受。但是为了不让季桃看出来，我强装镇定地说道：我说过了，我不在乎我老婆的过去，只要她现在和李耀东没关系，那就可以了。哈哈哈，谁说他现在和李耀东没关系了？张小凯，本来这些话我不想说的，但是看你一个瞎子被蒙在鼓里，我真替你不值。你这话什么意思？同学聚会那晚的事情，高杰并没有对你说实话。你要是想听到真相，那你就坐下；要是你不在乎，那么你就走吧。听到季桃这番话，我心里顿时产生了怀疑，犹豫了一会儿，又重新坐了下来。什么真相？真相就是那晚那个喝醉了的不是别人，正是李耀东。那晚我和高杰从卫生间出来就撞见了李耀东，他借着酒劲抱住了高杰，说自己还爱着他，想要和他在一块儿。我上前去阻拦，结果被李耀东吐了一身。真正被扯坏衣服的其实是高杰。至于我们后来去了酒店又发生了什么，你还想听吗？听到季桃的这番话，我表面上还很冷静，心里却已经翻腾。你想说就说，不想说就拉倒，谁知道你是不是胡编的？我相信我老婆的为人，她绝不会做出对不起我的事。你觉得你很了解她吗？你们结婚才多久？我认识她可比你早多了。那晚我是和李耀东在一起，但是你老婆也没闲着，我们3个人玩得可开心了。在胡说八道！你有证据吗？没有证据的事情那就是诬陷，别以为我会相信你的鬼话。张小凯，别在公共场所这么大声，难道你想让大家都听到吗？你想要证据是吗？好啊，我会把证据给你的。说完，季桃就转身先离开了。我心事重重的回到家里，心里怎么也安定不下来。直到下午高杰快下班的时间，我突然收到了季桃发来的一条语音，我随手打开。小杰，我爱你，我这些年一直没忘记你。语音中传出的阵阵喘息声令我呼吸一紧，而随后发出的那一声小杰更是令我如遭雷击一般，声音与李耀东非常相似，难道那个女人真的是高洁吗？你发这个给我是什么意思？你不是想要证据吗？这是李耀东和高洁时我录下来的声音，我还有视频呢，画面相当的精彩，可惜你看不到。你真的有视频？语音发出后，我等了好一会儿，季桃都没有再回复信息，我心里不禁怀疑季桃是不是在虚张声势。你根本就没有视频吧？我虽然眼瞎，但是心不瞎，我是不会中了你的离间计的。发完了信息之后，季桃仍旧没有回复我，这反倒让我放松了一些，觉得我猜测的是对的。过了没多久，高洁下班回来了。老公，今天房屋中介给我打电话说，他们有一家门店出租，我已经去看过了，觉得位置还不错，附近有好几个小区，挺适合开盲人按摩店的。你觉得合适就行，反正我也看不到。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出租的房东要求最少租1年，而且一次性结清。是吗？那1年房租要多少钱？1个月租金3000块，1年要3万6，水电费自理，这样下来1年至少4万块钱。这么贵？
我不禁有点心疼钱，毕竟我当主治医生的时候，月工资1个月也就5000左右，1年下来最多6万块的收入。我之所以答应做盲人按摩店，主要是为了方便自己外出调查高洁，这一次性要花费4万块钱，到底值不值？就在我还在犹豫的时候，高洁说道：“老公，等你的按摩店开张后，你要好好加油哦，说不定比你当医生收入还高呢。”我看了一眼面带微笑的高洁，没有说话，这时也就默认了下来。看她如此的温柔体贴，反倒让我觉得自己老怀疑她出轨，心里很对不起她。第二天早上，高洁打算带我去看那间出租的门店。她先去了卫生间洗漱，我一个人在卧室无聊，就拿出手机连上了网络。突然收到了2条信息，我打开一看，这2条信息都是季桃发来的。离间计，呵呵，还用得着我离间吗？你如果真的信任高洁，还会来问我那晚发生的事情吗？我手里真的有视频，你想看的话，那咱们今天老地方见。听到第2条信息内容，我不由脸色一沉，心中也慌乱了起来。季桃敢约我见第2次面，还说把视频给我看，难道他手里真的有视频？我突然有点害怕跟他见面，因为一旦他说的是真的，那我和高洁的婚姻就走到头了。我因车祸失明半年多，一次洗澡的时候摔倒，经意外复明。但当我睁开眼睛看到妻子时，我决定继续装瞎。接上集。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卧室门被推开，是高洁洗漱完回来了。我连忙将手机藏了起来。老公，我洗漱完了，我扶你去吧。好。我洗漱完吃过早餐后，我和高洁正准备出门去看门店，但为了验证视频的真假，我还是决定去见季桃。哎呀，老婆，我觉得胃有点不舒服。怎么了？我也不清楚，可能是我太久没运动，肠胃消化功能出了问题。那我去帮你买点药吧。不用，我躺一会就好了。门店你不都看好了吗？我就不去看了，你跟房东商量就行。还得麻烦你帮我准备按摩床、针灸、拔罐这些用品，我跟着你出门反而拖累你。那好吧，你在家好好休息，我今天上午争取帮你把按摩店的事情弄完，等我回来的时候再给你带药。等高洁走后差不多半小时，我又借故去看父母，顺便买药，让李春兰送我出门打车。季桃，你不是说你手里有视频吗？拿出来吧。哼，张小凯，有时候我觉得你这个人真怪。你说你一个瞎子，高洁还能对你不离不弃的照顾你，就算他出轨了，你不应该当什么都没发生吗？要是你揭穿了高洁出轨，那你们只能离婚，你一个瞎子可怎么生活呀？你这不是自寻死路吗？这些跟你没关系，你如果有视频，那就拿出来，没有的话就别在这废话连篇。呵呵，我当然有视频，可是我就算拿出来，你也看不见呀，你怎么分辨真假？我看不到，可以找别人帮我看，这不劳你操心。天啊，你找人看你老婆和别的男人在一起的视频，你不怕家丑外扬吗？季桃，你是在拿我寻开心吗？好了，别生气嘛。我想问问，我把视频给你的话，那我有什么好处？听到季桃跟我索要好处，我不禁一愣，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你跟我要好处，你没搞错吧？我给你提供高洁出轨的视频，你给我点好处不应该吗？要知道我这样做可是出卖了我们好多年的闺蜜情谊，从此之后就是仇人了。季桃嘴上这么说，但是脸上丝毫没有因为出卖自己闺蜜而感到愧疚的表情。什么闺蜜情谊，根本就是塑料姐妹情。那你想要什么好处？让我想想。有了，我听说你出车祸后，对方赔了你一大笔钱，高洁那些名牌衣服、包包、手表都是花的你的赔偿金吧？我微微皱眉，关于高洁这些名牌物品的来历，我至今也没有完全搞清楚。是又怎么样？哼，难怪高洁愿意继续和你这个瞎子生活，大把花着你的钱，还不耽误他在外面瞎混。这种日子我连想都不敢想，我也不跟你多要，你给我50万，我就把视频给你，如何？50万？你怎么不去抢？季桃摘下了脸上的墨镜，笑盈盈地说道。呵呵，我又不是强盗，怎么会做这种事？张小凯，你要换个角度想问题。我现在跟你要50万，可是为了帮你省更多的钱。你想想看，你现在的钱都是在高洁手中吧？等他把你的钱挥霍一空了，或者转移到他家里人手中，到时候你就身无分文了，然后跟你离婚，你想想你多亏呀！我的脸色不由变得有些难看。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有想过。虽然高洁说赔偿金还剩下60万左右，但是我根本就没见过这笔钱。至于它存在哪张卡里，也一无所知。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坏的假设，也有好的假设。高洁他不会跟你离婚，就跟你耗着，说不定你哪一天就喜当爹，生下来的孩子是黑是白，你都分不清楚。够了，不要再说了，50万太多了，我也没有这么多钱给你。这才对嘛，我漫天要价，你也可以还价。既然你觉得50万太多，那你出个价吧。我最多给你1万块，这个视频对我来说也就值这么多。1万？你耍我玩呢？哼，张小凯，你这杀价杀的也太狠了吧！有了高洁出轨的视频，你将来和他离婚，说不定能让他净身出户。我帮了你这么大一个忙，你就给我1万，你这也太没诚意了。最少你也得给我10万，否则免谈。10万，这在我心里也算是一个能接受的价格了。就像季桃说的一样，如果视频是真的，那么我就可以早一点揭穿高洁的真面目，可以挽回一大笔损失，不至于让高洁将我所有的财产都花光。这个价格还可以谈，不过我现在没这么多钱，你先把视频给我，等我确定视频是真的，跟高洁离了婚，拿到钱再给你。哼，你这是想空手套白狼呢？我要先拿到钱。我说了我没钱，你如果一定要这样，那么咱们就此打住吧。
那你有多少钱？起码你给我一笔定金，要不然事后你反悔怎么办？等盲人按摩店开业，以我作为主治医生的本事，捎带着给人看看病，还能多挣一些额外收入，想办法凑齐1万块，应该不是难事。我现在身无分文，钱都在高洁那儿。这样吧，1个月内我想办法先给你1万块当做定金，然后你把视频给我。既然如此，那等你凑够钱再找我吧。季桃起身就离开了咖啡店，而我也离开了中心商场，打车去中医院看望了一下我妈后就回家了。晚上高洁下班回家后，老公，那个门店我已经租下来了，你需要的那些器材我也已经帮你订上了，明天就能送过去。你打算什么时候开业？啊，你这么快就搞定了？多亏了佩姐帮忙，我们美容会所也会用到拔火罐、刮痧之类的器具，佩姐正好认识做这行的朋友，打了个电话就搞定了。再次听到佩姐这个名字，我心中一动，正好趁这个机会看看是否有此人。高洁说佩姐是红颜美容会所的老板，上次半夜出去是帮佩姐搞美容沙龙聚会，这件事情是真是假，我一直没有机会调查清楚。而高洁当时又说出了我妈生病住院的事情，我才没计较她一夜未归之事，但心里始终有着这个梗。老婆，人家帮了咱们这么大的忙，要不然哪天咱们请人家吃顿饭感谢一下吧。佩姐平时很忙的，基本上天天都有人请她吃饭，我怕是请不动她。这样的回答早在我的意料之中，所以也没有抱什么希望。既然如此，那就算了，你替我口头感谢一下吧。好。第二天早上，高洁带我看完按摩店后，我们到了一家饭店吃饭。我们两人正在点菜的时候，一名陌生的男人突然走过来打招呼：“高洁，你怎么也在这啊？”汪总。高洁有点意外的看着对方回道：“我陪我老公来这里吃饭，你也是来吃饭的吗？”这是你老公？对方打量了我一眼，眼神轻蔑的笑了笑：“呵呵，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起过？我还一直以为你是单身呢。”这的确是我老公，我们结婚快1年了，他叫张小凯。我叫汪天成，天成建材公司的总经理，不知兄弟是做什么的？这汪天成虽然是在跟我说话，但是他的眼神一直注视在高洁的身上。我是开盲人按摩店的。盲人按摩？哈哈哈，你是在开玩笑吧？还挺幽默。汪总，我老公之前出了车祸，眼睛看不到了，他以前是主治医生，所以才转行做了盲人按摩。汪天成听了之后，忍着笑意说道：“原来如此，那你盲人按摩店在哪呀？等我有空去给你捧捧场。”谢谢汪总，听您的声音看似洪亮，但是底气不足，而且你喘息沉重，这是肾气不足啊。我虽然主打业务是按摩，但是对生虚也是可以治疗的，如果您有需要，可以随时联系我。汪天成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住，变得有些阴沉难看。我因车祸失明半年多，一次洗澡的时候摔倒，经意外复明。但当我睁开眼睛看到妻子时，我决定继续装瞎。接上集，高洁一看汪天成脸色不好看，连忙说道：“汪总，您别往心里去呀，我老公这个人就是爱开玩笑，他不是有意的。”放心吧，我怎么会跟一个瞎子计较？你们慢慢点菜吧，我楼上有客人等着，先走了。汪天成离开后，高洁又赶紧对我说道：“老公，刚刚那汪总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其实汪天成说我是瞎子，笑话我是开盲人按摩店的，我并不是很生气。但是汪天成说他从来没听高洁提起过他已经有老公了，这才是让我感觉到不高兴的地方。而且听他们的对话，两人绝对不止见过一次面。这姓汪的你是怎么认识的？你们好像很熟啊。我跟他不熟，他老婆是我们美容会馆的 VIP 客户，他经常送他老婆过去，所以见过几次面而已。老公，你是不是生气了？要不然咱们不在这吃了，换个地方吧。我挤出了一丝笑脸。我没生气，就在这儿吃吧，不是已经点菜了吗？吃完了饭，我们去结账的时候，柜台的服务员却告诉我们，已经有人替我们结过账了。谁给我们结账了？是一位姓汪的先生，说是高洁女士的朋友。高洁担心我会误会，对服务员说道：“我不认识什么汪先生，我们自己的账单自己结。”如果按照高洁说的，他们只是见过几面，连朋友都不算，汪天成凭什么会买单？当然，他这样做也不排除是故意想要刺激我。我拦住高洁说道：“既然汪总请客，那就接受他的好意吧，要不然让他多没面子。下次有机会咱们再请他。”我和高洁离开了饭店后，就直接打车回了家。高洁也没有再在我面前提起汪天成这个名字。今天是我盲人按摩店开业的第一天，高洁早早的就送我到了按摩店，但是在她走后，我又立即叫了一辆车，一路跟着她到了红颜美容会所。下车后，我不敢在门口逗留太久，免得被高洁给发现。我跑到了街对面一家小型超市借故买水，想先打听一下这红颜美容会所的情况。老板，你这超市生意不错吧？马马虎虎咯，反正比上班要强一些。这时，红颜美容会所一个女人走进了超市。王老板，给我来箱矿泉水。超市老板立刻站了起来，满脸笑容的说道：“哎呦，这不是小芳吗？你老板又叫你来搬水呀？”王老板，那麻烦你帮我搬过去呗。你们这些女人真能喝水，难怪这么水灵。我呸，瞎说什么呢？这还有外人呢。这女人瞥了我一眼，对老板说道：“你先记账，月底跟你一块结，记得把水搬过去。我先走了。”王老板的眼神一直色眯眯的盯着人家背影，好像恨不得将眼睛长在人家身上一样。那个老板，你刚刚跟他那样开玩笑，不怕他骂你耍流氓啊？呵呵，你以为他们是什么正经女人啊？都是一群给钱就能带走的。我看他是从对面美容会所出来的，那不是女人做美容的地方吗？
挂羊头卖狗肉而已。对面那红颜美容会所原先是做足浴按摩的，我以前经常去，那里面的女技师我都带出来过好几个，以前他们买小雨伞都是来我这里。我心里顿时一沉，如果真的像这个老板所说，红颜美容会所只是打着美容养颜的幌子，实际是做着不正当的生意，那高洁在里面究竟是做什么的？老板，你没搞错吧？我有一个朋友的老婆就在对面美容会馆做美容师，他告诉我里面很正规啊。你朋友的老婆在里面，你有照片没？给我看看认识不？我拿出手机打开了相册，从里面找出了以前我给高洁拍的一张照片。你看，这就是我朋友老婆。我紧张地盯着这老板，心里有些忐忑不安。老板盯着看了一会，两眼放光地说道：咦，这女人你见过？没见过，这女人真漂亮，她应该是刚去对面没多久吧？对，她也就去了3个月左右。哦，你这朋友的老婆是新去的，难怪我没点过她。难怪我没见过她。这红颜美容会所原先叫康心足浴会所，半年前被封了，改名红颜美容会所正式开业，也不过3个多月而已。现在红颜美容会所里有不少技师，就是原先康心足浴会所的人，刚刚那个小芳就是其中之一。我暗暗松了口气，老板，你这说话也不说清楚，我还以为我朋友老婆在里面也做那种事呢。人家现在做美容只接待女顾客，肯定不会像你说的那样。兄弟，你还是太年轻了，我要是没点真凭实据，我敢胡乱说话吗？他们白天接待女顾客，晚上接待男顾客，你还真别不信，要不然我给你介绍一个里面的女技师。听了这老板的话，我心里对高洁的工作更加不放心，要是能认识里面的女技师，就可以对高洁的所作所为有深入了解。老板，你不是开玩笑吧？真能帮我介绍一个吗？这有什么难的？只不过嘛，我也不能帮你白介绍吧，这事也是担风险的。老板，只要你能给我约一个出来，好处少不了你的。不过这件事一定要悄悄的，不要让我那朋友老婆知道。行，你这兄弟上道，我也不跟你多要，你给我100就行。至于你和女技师之间花多少，那是你们的事。我用手机直接给这老板转了100块，他更加的高兴了。兄弟，你先在外面等着，我去对面送1箱水，顺便帮你把人约好。过了7、8分钟左右，老板回来递给了我一张纸条。兄弟，人我给你约好了，帮你满意。你等下午他们下班，你再给他打电话联系。等美容会所下班，那高洁也下班了，我就没法约见了。老板，我晚上不行啊，老婆查岗比较严，能不能白天约？哈哈，兄弟，有老婆你还敢出来玩？你自己约试试吧，反正联系方式我已经给你了，你跟他说红星超市王哥介绍的，他自然明白。于是我趁着红颜美容会所中午饭点休息的1个半小时，把这个女人约出来，请她吃了饭后开了一个钟点房。需要洗澡吗？不用。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你也别拘束着，脱吧。别，你这什么意思？哼，你是对我样貌不满意吗？不是，当然不是。跟你说实话吧，其实我约你出来就是想跟你打听点事。有病啊你！我不白让你跑一趟，我给你钱，只要你告诉我想知道的。哦，那你打算给多少钱？你平时出来一次多少钱？一次最少800，过夜1200。800是不是有点贵了？毕竟我什么都没做，只是想问你几个问题，能便宜点吗？最少500，要不然我立马走人。好，500就500。你想问什么？我想知道你们美容会所里是不是所有女技师都像你一样，偶尔做这种生意？你该不会是叔叔或记者吧？你到底是干嘛的？打听这个干嘛？不是，其实是我有一朋友的老婆也在你们美容会所，我是担心她也做这种事给我朋友戴绿帽子，所以才想问问你。你朋友的老婆也是我们美容会所的，那她叫什么名字？她叫高洁。是她居然是你朋友的老婆？没错，就是她。你对她了解吗？哼。我当然认识她，她是我们美容会所的副经理。这女人也不知道什么来头，刚来我们会所没多久就当上了副经理，还老是对我指手画脚。我心中微微一惊，虽然高洁工作的地方只是一个美容会所，但是副经理的职位也是有一定分量的。可是高洁并没有告诉过我这件事，她只是说在红颜美容会所工作。难道她是有意隐瞒我什么？上集说到，超市老板给我红颜美容会所技师的电话，我成功约出后，得知高洁竟是会所副经理。接上集，她是你们那儿的副经理，那你们经理是不是一个叫佩姐的女人？你还认识我们佩姐？佩姐的确是我们经理，我跟她都快2年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她对这个高洁特别的好，只要有些身份地位的女客户，佩姐都会优先介绍给高洁认识。我们其他的技师只能接待一些普通女客人。那佩姐为什么对高洁这么好？我还听说佩姐每个月的月中、月底都会搞美容沙龙聚会，她不带你们去吗？美容沙龙聚会，我怎么没听说过？她为什么对高洁这么好？我们还纳闷呢。你都是从哪听说的这些？我怎么感觉你对高洁的关心不太像是朋友老婆那么简单呢？面对她这样的疑问，我一咬牙，决定实话实说。实话告诉你吧，高洁其实是我老婆，我怀疑她可能出轨了，所以想调查清楚。What？ 你是高洁的老公？虽然我不太喜欢高洁这人，但是说真的，你们俩不太搭配，也难怪他会出轨。什么叫也难怪他会出轨？我的脸色有些难堪。在中医院的时候，大家都说我和高洁是郎才女貌，但是现在居然被一个这样的女人给瞧不起，说我配不上高洁，简直要把我给气死。你见过她出轨？
呵，不是你刚刚说的吗？我是说怀疑他，没说是一定。行，时间不早了，你要是没什么要问的，那我就先回去了。你先别走，你以后能不能帮我盯着点高洁？当然，我不会白让你帮忙，我会给你酬谢的。可以，正好我看这高洁也不顺眼，要是能抓到她出轨，她以后就没脸在美容会所待下去了。你打算给我多少酬劳？1000怎么样？毕竟你只是顺带帮我盯一下，又不需要费多大劲。行吧，1000就1000，不过要先付钱。我只好掏出手机给他一共转了1500块，他高兴地离开了宾馆房间。我回到盲人按摩店，刚坐下来正在刷视频，这时一个女人走进来看了看我。这家店是你开的？我连忙收起手机说道：是我开的，你是要按摩吗？这个女人没有回话，走到我面前又打量了我一番，突然用手插向了我的眼睛，我赶忙躲开她的袭击。干嘛？哼，你不是瞎子？那你开盲人按摩店岂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吗？我开什么店跟你没关系吧？如果你不是来按摩的，请你离开。呵呵，谁说跟我没关系？你不是瞎子却装瞎子，我完全有理由怀疑你是想借机占女人便宜，信不信我举报你？喂，你别瞎说，我这刚开业第1天，还一个客人都没接过呢。我把盲人2个字去掉，开按摩店总可以了吧？一个客人都没接过，那先给我按摩按摩，我看看你专不专业。你想要按摩，你难道不怕我这个假瞎子占你便宜？呵呵，多谢你提醒，我可是练过的，我才不怕你。好吧，墙上有服务项目和价格，你看看除了按摩还需要其他服务吗？不需要了，我最近感觉颈椎有点不太舒服，你就帮我按摩按摩吧。好的，请到里面。这女人径直朝里走去，我转身正准备跟进去，突然被她腰间的纹身吸引了注意力。这个蝴蝶纹身无论颜色还是图形，竟然跟高洁的一模一样。本来相同的纹身似乎并不能说明什么，但是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总觉得这个女人腰上的蝴蝶纹身似乎与高洁臀部的蝴蝶纹身是有关联的。看你的打扮和身材像是经常锻炼的，颈部肌肉怎么这么僵硬？是不是天天玩手机？我天天24小时手机不离身，很忙的。今天只是恰巧休息，所以出来跑跑步透透气。我一边给她按摩，一边套话问道：没看出来你还是大盲人，那你是做什么的？你打听这个干嘛？该不会是想撩我吧？我有老婆，撩你干嘛？这不是闲聊几句吗？那你老婆漂亮吗？和我比的话，谁更漂亮？我扫了一眼这个女人的身材，从身材上来说，她绝对更胜一筹。我老婆漂亮，你比我老婆也就差那么一点点吧。你腰上的蝴蝶纹身挺漂亮，是在哪纹的？这个是秘密，不能告诉你。我不由皱了皱眉，本来我是想通过询问出纹身是从哪纹的，说不定就能搞清楚高洁之前一夜未归去了哪。一个纹身而已，有什么好保密的？难道你怕别人跟你纹一样的？我还真见过我一个朋友老婆的身上也有。他的语气中似乎有点惊讶地问道：你朋友老婆身上也有？你没看错吧？怎么可能看错？你们这种蝴蝶纹身很特殊，2只翅膀一蓝一红，看过一眼就不会忘记。那他的纹在什么部位？高洁的纹身位置是在屁股上，但是我刚刚撒谎说是朋友老婆，那肯定不能说实话，除非我跟朋友老婆有关系才有可能看到。好像是在肩上，纹在哪里有什么关系吗？没关系，我就是随口一问。这个女人对纹身的事情没有再说什么，话也少了。我见她不说话，又主动问道：不知道怎么称呼你啊？问女士名字之前，你难道不该先自我介绍一下吗？好吧，我叫张小凯，你呢？哈哈哈，不告诉你。这个女人似乎觉得这样捉弄我很有意思，我也懒得再问，专心给她按摩了大半个小时。多少钱？按摩50块。今天没带钱，这次就先记账，等下次一起结吧。她说完，拔腿就往外跑。喂，假瞎子，我叫韩琳娜，改天再见。我不由露出了苦笑。开业第1天，接的第一个客人竟然还不付钱就跑了。第2天，我按摩了一上午，消耗了大量的体力，正靠在椅子闭目休息。这时，一阵敲击桌子的声音响起，我以为又来按摩的了，闭着眼说道：中午下班休息，按摩的话等下午再来吧。呵呵，我不按摩，请你吃饭怎么样？我疑惑地睁开眼睛一看，韩琳娜，你怎么又来了？是来还我按摩费的吗？切，你这个人真没意思！我这么一个大美女来约你吃饭，你却跟我提钱，难道不觉得有点煞风景吗？我重新双手抱胸，闭上眼睛靠在椅子上。抱歉，我是有妇之夫，跟美女吃饭我怕人误会，你还是请便吧。那你想不想知道蝴蝶纹身的事？这蝴蝶纹身可是大有来历的。这蝴蝶纹身有什么来历？呵呵，看来你对这蝴蝶纹身很感兴趣啊！你陪我去吃饭，我就告诉你。说完，他也不等我答复，转身就向外走。我也起身跟了出去。我实在是好奇，这蝴蝶纹身到底有什么来历？为什么高洁屁股上也会有？我车祸失明，一次意外竟又复明。但从睁开眼看到妻子那一刻，我决定继续装瞎。上集说到，韩琳娜再次来到按摩店，让我陪她吃饭，就告诉我蝴蝶纹身的来历。接上集，你是有什么好事要庆祝，还是心情不好？嘻嘻，你猜？她呼出的气喷在了我的脸上，这让我脸微微一红。跟一个陌生女人这样近距离，让我有点不习惯。看你点了这么多菜，又要了酒，是有什么好事情庆祝吧？你猜对了，那你再猜猜会是什么好事呢？你们女人最在乎的也就是金钱和爱情了，我猜应该是你升职加薪了，又或者是找了一个有钱又爱你的男朋友。哎呀，你还挺会猜的，不过这次猜错了，我不是找了个有钱的男朋友，我是刚刚和一个有钱的渣男分手了。我看着韩琳娜满脸笑容的样子，小心翼翼地问道：你真的和男朋友分手了？那你怎么还笑得出来？我跟一个渣男分手了，不该庆祝吗？难道要等他骗我结了婚，给他生了孩子，然后再被他无情抛弃？到那个时候，我就真的该哭了。
你这境界跟别人还真不一样。你说你结婚了，而且你老婆还和我一样漂亮，那你们结婚多久了？感情怎么样？一提起高洁，我的心情顿时又压抑了起来。韩琳娜见我不说话，小声的问道：咋了？你们之间出啥问题了？你怎么这么多问题？你叫我来，不是说要告诉我蝴蝶纹身的来历吗？我说的是吃完饭才告诉你，这饭菜还没上呢。我们两人又闲扯了好一会儿，菜终于上桌了。韩琳娜在我面前放了一瓶酒，咱俩一人一瓶，你要是不喝，我就不告诉你蝴蝶纹身的秘密。那我只喝一杯，真的不能多喝，要不然我下午没法工作。韩琳娜不由分说的倒满了酒杯，然后说道：干了。她将一杯白酒全喝了，结果呛得直咳嗽，眼泪都流了出来。你没事吧？她抹去眼角的泪珠，哈哈，我没事儿，你怎么不喝呀？快点喝。你慢点喝，这样会喝醉的。你们男人不就喜欢看女人喝醉吗？等我喝醉了，你就可以对我为所欲为。看着韩琳娜脸上的笑容，我心中莫名的感到有些心疼。她看似很开心，其实是在用笑容掩饰伤心。她应该是和男朋友刚分手，想要找个人陪一陪，所以才找我来喝酒。你既然知道喝醉了，男人会对你为所欲为，那你还敢在我面前喝醉？我就是想看看你们结了婚的男人是不是也这么渣，看看你对你妻子是否忠诚。我当然忠于我妻子。既然你忠于你妻子，那你肯定不会对我做什么，我还有什么好怕的？我是怕你喝醉了，没人告诉我蝴蝶纹身的秘密。韩琳娜将酒杯倒满，端到了我面前。好啊，既然你不让我喝，那你替我喝，只要你喝了这杯，我就告诉你。我有点怀疑的看着韩琳娜，担心她只是戏耍我。真的，一言为定。我将她酒杯里的酒一饮而下，顿时一股辛辣的酒气在体内横冲直撞，令我也忍不住咳嗽了起来。现在可以告诉我蝴蝶纹身的来历了吧？好吧，那我就告诉你吧。这只蝴蝶纹身有一个名字，叫做冰火彩蝶，是一个俱乐部的专用标志。冰火彩蝶，我脸色一凝。按照韩琳娜说的，那高洁也加入了这个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叫什么名字？是不是加入这个俱乐部的人身上都会有冰火彩蝶纹身？这个俱乐部就叫做蝴蝶俱乐部，不过不是所有加入俱乐部的人身上都有蝴蝶纹身，只有女人才有，而且只纹在后背。这蝴蝶俱乐部是做什么的呢？我记得你说过，你一个朋友老婆身上也有冰火彩蝶的纹身。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加入这个俱乐部的女人都是冲着钱来的。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这蝴蝶俱乐部是一个高端的娱乐场所，女人加入这个俱乐部只是供人玩乐的。真正的会员大都是男人，也有极少数女人，她们身上的纹身是牡丹花，纹在身前。听到韩琳娜的话，我的大脑就像是被雷击中了一样，轰隆一声。按照你这么说，那些身上有蝴蝶纹身的女人都和男的有过关系了？那也不一定。怎么个不一定？我说过，蝴蝶俱乐部是很高端的，能够加入这个俱乐部的女人，绝对都是姿色出众、婀娜多姿的女人。你朋友老婆能够加入这个俱乐部，看来长相一定不比我差。只要加入这个俱乐部，那么俱乐部就会在女人背后纹上一只冰火彩蝶，并且赠送一条金锁项链。每一把金锁都是特制的，也只有一把能打开的钥匙，打开之后就无法再合上，所以又叫做贞洁锁。如果你朋友老婆的那条金锁项链被打开了，那就说明她已经和别的男人有过关系了。如果她的金锁还没有被打开，那么就证明她还是清白之身。我心里暗暗记下了这件事，打算等回家之后就翻翻看高洁的首饰，看看她是否有这样一块金锁。这么说来，你身上也有一块金锁项链，能给我看看吗？韩琳娜白了我一眼，没好气的说道：你是不是傻？谁没事会整天带着那玩意儿？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这冰火彩蝶的纹身也不是只有加入蝴蝶俱乐部的女人身上才有。像我有2个朋友，他们看到我身上的冰火彩蝶纹身，觉得好看，就找纹身师给他们也各自纹上了一个。你朋友老婆身上有纹身，也未必就是蝴蝶俱乐部的，必须要有贞洁金锁才行，两样缺一不可。你别没弄清楚，就傻乎乎的告诉你朋友，万一害人家离了婚，将来人家可是会恨你的。你说男人也可以加入这个俱乐部，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加入？你不会想加入这个俱乐部吧？哈哈，你没戏的。想加入这个俱乐部，一要有钱，二要有熟人介绍才行。我说的有钱，是指至少上百万的身家。你一个开盲人按摩店的，你能有多少钱？上百万身家，除非我把房子卖了，再加上剩下的赔偿金，才可能凑够那么多钱。那你认识里面其他的女人吗？加入蝴蝶俱乐部的女人并不是每天都出现，就算是出现，也都戴着蝴蝶面具，我哪能认得出谁是谁？不过这个俱乐部每到月中、月末就会举办一场赏花大会，几乎所有人都会出现。我顿时精神一振，李春兰之前说过，高洁之前几次晚上外出时间正好是在月中、月末。这么说来，高洁早就进入了这个蝴蝶俱乐部，但她的纹身应该是那天给我一夜未归的晚上才纹的。你刚刚说想要加入这个俱乐部，不仅要有钱，还要有熟人介绍。我想知道，是第一次进入这个俱乐部就要纹身吗？只要是加入这个俱乐部的女人，第一次就要纹身，除非是以会员身份，可以来参加几次赏花大会，觉得满意之后再纹身入会。但会员纹的都是牡丹花。我顿时更加疑惑，难道是我猜错了？那高洁前几次晚上外出又都去干了什么了？上集说到，韩琳娜失恋让我陪她吃饭，她告诉了我蝴蝶纹身的来历。接上集，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那赏花大会是干嘛的？赏花大会当然是赏花了，你是不是傻呀？我们这些纹了冰火彩蝶纹身的女人就是花，
供人欣赏。如果有会员喜欢，就可以出价竞争，出的最高价格就是我们的身价，而出最高价的会员可以获得我们的第一次，也就是出业权。赏花大会中身价最高的女人就是当晚的花魁，可以获得3万块的奖金。我不由暗暗咂舌，3万块说多不多，但说少也不少。有些人辛辛苦苦1年，最多也就挣3万块，但是竞选花魁成功就能够获得3万块，这钱来的也太轻松了。我有些好奇，那些花魁到底是什么身价？没等我发问，韩琳娜就自己说了起来。这花魁据说个个都天生丽质，美艳动人，只可惜我一个也没见过，只有那些有钱的会员在台下出价的贵人才见过每一个参选之人的容貌。哼，想想我就来气，以我的身材样貌，竟然没成为花魁，你说气人不气人？我不由惊讶，看向韩琳娜的眼神中透出了些许鄙夷，没想到她竟然还以竞选花魁为荣。当花魁有什么好的？要是被你亲人朋友知道了，那你以后还怎么见人？呵呵，你现在是不是瞧不起我了？觉得我脏，觉得我下贱？我没有，你喝多了，别喝了。我呸！你个骗子，伪君子！你心里明明这么想，还不承认？韩琳娜突然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你们这些臭男人，看见漂亮女人就想弄上床，你们才脏！我看到她哭得挺伤心的样子，她在说错什么话惹恼了她，就顺着她的话说道：对，我们是臭男人，我们都脏，尤其是那些勾引别人老婆的男人，更是该千刀万剐。过了一会儿，韩琳娜没了动静，也不说话了。喂，韩琳娜，你醒醒！我怎么叫她都没回应，已经醉得睡过去了。没办法，我只能把她送到附近宾馆，然后回按摩店睡了一下午。这时，我的电话响起。老公，我现在还在美容会所，临时来了一位客人，我可能要晚1-2个小时才能过去，要不然我叫春兰姐打车过去接你吧，你别等我了。不用了，我自己找个路人帮忙打车就行，你先忙吧。我打车到家的时候，李春兰已经准备好了晚饭，她跟我说高姐打过电话回来了，让我们先吃，不用等她。春兰姐，你来我们家做护工也有2-3个月了吧？怎么一直没听你提起过你家人？我没什么家里人，就只有我一个人。啊，你这个年纪难道还没结婚吗？李春兰沉默了一会儿。结过，离了。不好意思啊，我不该乱问的。呵呵，没什么，反正都已经过去了。我现在一个人过得也挺好。我没有再问什么，免得让李春兰不好回答。毕竟离婚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段不好的经历。吃完了晚饭后，我一个人回了卧室。差不多8点左右的时候，高洁才回到了家里。老公，我先去洗个澡，然后给你放好水，你再去洗。高洁说完就朝浴室走去。高洁洗完后把我扶到浴室就离开了。这时我看到垃圾桶里放着一条肉色丝袜，似乎是高洁洗澡的时候脱下来的。我以为是不小心掉进垃圾桶里的，就捡了起来。我脸色突然一变，脑海中瞬间想到了一些不好的画面。丝袜一般很少坏在这个位置，更别说破了这么大的一个洞。可是什么情况下他才会将丝袜裤裆处弄出这一个大洞？除非他没事练劈叉，又或者是别人给他扯坏的。我洗完澡后，高洁扶我坐到沙发上，我假装很随意的问道：老婆，你们美容会所还需要加班吗？一般不需要，今天情况有点特殊，临下班前半个小时，突然来了一位客人，正好是我的客户，我只好加了个班。那他是做什么的？怎么那个时间过去？那个女客人是做什么的，我也不太清楚。我们会所规定，禁止打听客人的隐私。听到高洁这样说，我也无法再问下去，否则会让她产生怀疑。只是丝袜破了的事情，要是不弄清楚，我心里就跟吃了翔一样恶心，总觉得丝袜是被别的男人撕破的。我心里暗暗打定主意，等明天去按摩店再打电话问问上次约出来的那个技师。喂，我是张小凯，我想问你个事。什么事？昨天你们快下班的时候，是不是又来了一位女客人？是高洁接待的。快下班的时候，昨天我记得4点以后就好像没什么客人来了。对了，我想起来了，昨天快下班的时候，有一个汪总来我们店里了，非要请佩姐去吃饭，好像高洁也跟着去了。一听到汪总这个称呼，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汪天成。你说的汪总是不是40多岁，叫汪天成？对，就是他。这汪总的老婆是个50多岁的老女人，听说他原先不姓汪，后来入赘到他老婆家才改姓汪。他老婆经常来我们店里做美容，而且还整过容。我立刻明白了，高洁昨天下午打电话说加班，其实是假的。她真正去做的事情是陪汪天成去吃饭了。之前我和汪天成见面的时候，多少有点不太愉快，他可能是担心我知道后会生气，所以才编了个理由骗我。但是我想不通，高洁的丝袜破了，这件事跟汪天成是否有关系呢？这汪天成开的是什么车？汪天成开的是一辆路虎，不过他老婆开的是一辆宝马。好吧，谢谢你。高洁再有什么情况，还麻烦你要告诉我。这汪天成开的是路虎车，心中多少排除了一些他的嫌疑。当初孙勇看到的宝马男应该不是汪天成，那么目前宝马男最大的嫌疑人仍旧是李耀东。我因车祸失明半年多，一次洗澡的时候摔倒，经意外复明。但当我睁开眼睛看到妻子时，我决定继续装瞎。接上集，临到下班的时候，高洁过来接我，我们两人一起回家。张先生、高女士可以吃饭了。老公，我去趟卫生间，你们先吃吧。高洁起身去了卫生间后，李春兰看向我张了张嘴，却又什么都没说。想了想，还是开口说道：张小凯，我有点事情想跟你说。春兰姐，你有什么事就说吧。李春兰往我这边凑了过来，我以为她要亲我，下意识的想要闪躲，但是她只是凑到我耳边，小声的说道：我发现了一件事，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为什么说该不该？因为我怕说出来会影响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但是我不说的话，又觉得对不起你。
到底什么事你就直说吧，是不是跟高洁有关？李春兰点了点头，她意识到我看不见之后，连忙又说道：是跟高洁有关。我今天清理垃圾的时候，发现了一个药盒。药盒是什么样的药盒？李春兰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药盒纸片，好像是叫敏平，我看上面记载的药效跟怀孕有关。我的脸上很平静，心里却像是翻起了惊涛骇浪。那2个字不是敏婷，而是玉婷。高洁为什么会用这种药物？难道是她跟别的男人发生了关系，担心会怀孕，所以才买来吃的？本来我不该多管闲事的，我把这件事说出来是不希望你被蒙骗。但是高洁知道我说出了这件事，那么她肯定容不下我了，以后我也没法在你家干下去了。我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保持平静。春兰姐，你把药盒给我，一会儿无论我和高洁发生了什么，请你待在自己的房间别出来。哦，那我现在就回房间。李春兰饭也没吃，就回了自己的卧室中。我等了10来分钟，高洁才从卫生间里走了出来。咦，老公，你怎么还没去吃饭？我没有回话，只是将那药盒的纸片放在了茶几上。高洁看到药盒纸片后，脸上表现出有些惊慌失措。老公，你是怎么找到的？这是春兰姐刚刚交给我的。高洁，你能给我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要吃这个药吗？高洁身体在微微发抖，似乎在害怕什么。老公，我怎么？你觉得难以启齿吗？需要我来帮你解释一下吗？你昨天下班晚回来1小时，你说是接待一位客人，我看是跟别的男人私会了吧？而且你们2人发生了关系，你担心会怀孕，所以就买了这个药吃。你以为我一个瞎子看不到，不会发现你？幸好春兰姐清理垃圾的时候发现，告诉了我，否则我还被你蒙在鼓里。老公，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解释，我的确瞒着你偷吃了药，但我是为了咱们俩着想。为咱们俩着想，呵呵，真是滑天下之大稽，难道是我要你吃的吗？老公，我知道你想要个孩子，爸妈他们也想要个孙子，可是以咱们俩现在的状况，你觉得是要孩子的时机吗？你现在眼睛失明，妈她又脑出血，要是我怀了孕不能去工作，那我们这一家人怎么生活？我吃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你怎么能认为我和别的男人发生了关系？难道我在你心里就是这种肮脏的女人吗？听到高洁的辩解，我心里怒气不仅没有消减，反而增加了。我疼得一下子站了起来。你还在花言巧语的骗我？你昨天下午是接待客人了，还是跟汪天成去吃饭了？愤怒之下，我一不小心将打听来的消息说了出来。高洁很吃惊的看着我，结结巴巴的反问道：这你是听谁说的？你没话说了吧？我是眼瞎，但是耳朵不聋。我找人打听过了，你工作的那个美容会所，在半年前还是一家足浴按摩会所，几个月前才被查封了的。后来摇身一变成了美容会所，但老板还是原先的老板，也就是你说的那个佩姐。你身在那种地方上班，还跟着佩姐这种老鸨一样女人在一块，你还敢说自己是清白的吗？张小凯，你个混蛋！你竟然背地里找人调查我，还这样污蔑我！他转身就哭着朝卧室跑去。过了一会儿，他又拿着手提包从卧室里出来，朝着进户门走去。我看到这一幕，正想要喊住他，李春兰突然走了出来。高洁，你别走，都怪我不好，我不该多管闲事。李春兰在这种时候跑出来调解，简直就跟出来看热闹没什么两样，这令高洁感到更加难堪。高洁打开房门就跑了出去。张小凯，高洁被你给气跑了，你快去追她回来吧。追什么追？她有本事走了就别回来。都怪我，对不起。不关你的事，要不是你提醒我，恐怕我还不知道要被瞒多久。我先回房间了。那我扶你回去。我将卧室的门反锁，在床上坐了整整一夜，高洁也没有回来，直到早上我才从卧室里走了出来。张小凯，我做了早饭，吃点东西吧。我没什么胃口，你自己吃吧。高洁这都一晚上没回来了，要不然你给她打个电话吧。这时突然一阵敲门声响了起来，李春兰面露喜色。肯定是高洁回来了。张小凯，你一会别跟她生气了，有什么话就好好说。2个人能成为夫妻不容易，这都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他赶紧去开门，我心里也莫名的轻松了下来，似乎也期盼着高洁回家。可是门一开，进来的人却不是高洁。我因车祸失明半年多，一次洗澡的时候摔倒，经意外复明。但当我睁开眼睛看到妻子时，我决定继续装瞎。接上集。你谁呀？你管我是谁？张小凯，你个兔崽子，你给我滚出来！妈，我脸色顿时有点难看，因为这中年妇女不是别人，正是高洁他妈，我的岳母。你怎么来了？高洁他妈妈走到我面前。你个白眼狼，你还真是够丧良心的。你一个瞎子，我女儿不嫌弃你，你居然还敢欺负她。妈，你听我解释，我没有欺负高洁。你给我闭嘴！你要是没欺负她，她能大晚上的哭着跑回我们家吗？昨天晚上她哭了一整夜，眼睛都哭肿了。你给我说清楚，你到底怎么欺负她了？李春兰明白了我岳母的身份，走上前来说道：你是高洁的妈妈吧？昨晚张小凯真没欺负高洁，他们就是吵了几句嘴。你又是什么东西？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我岳母眼睛一瞪，活脱脱的一副河东狮的模样。她性格跟高洁完全不一样，十分的强势。哦，我明白了，是不是你和张小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被我女儿给发现了？你们联手欺负她，把她给赶出家门去了。李春兰没想到自己也被卷进来，又气又急。哎，你这个人年纪一大把，怎么说话这么难听？我是张小凯的护工，负责照顾他的生活起居，我们俩清清白白的，你别乱说话。哼，护工，我看是情妇吧。我女儿白天辛辛苦苦的在外面打工挣钱，你们俩在家里腻腻歪歪，日久生情，这也不是没可能。
够了！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气得大吼了一声。顿时，我岳母和李春兰两人都被我给镇住了。张小凯，你还真是长本事了，敢这么吼我？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岳母吗？呵呵，你心里有把我当过你的女婿吗？从我和高洁一开始谈恋爱，你就反对，直到我们俩结婚，你也没有给过我好脸色。我记你是长辈，所以你骂我几句我可以不在乎，但是你不能侮辱我和春兰姐的关系。你想知道我对你女儿做了什么？那你去问高洁，她有没有背着我做出什么不要脸的事情。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说我女儿在外面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这不可能，我女儿我最清楚，她绝对不会做出那种事情。我也希望她没做，所以我昨晚只是质问了她几个问题，然后她就自己跑了，这难道不是做贼心虚吗？哼，张小凯，你别胡说八道，污蔑我女儿清白。不过既然你和小杰闹到这份上，以后怕是也无法相处下去了。我今天来就是想替她和你做个了断的。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说，让你和小杰离婚。离婚？我顿时如遭雷击，脸色变得有些难看。虽然我也想过，如果高洁做了出轨之事，那么我就跟他离婚。但是现在事情并没有弄清楚，我还不想跟他离婚，因为我心里一直爱着他。没错，从一开始我就不同意你们两人在一起，结果你们两人结婚还不到1年，你就出了车祸，还变成了瞎子。当初我去医院看你的时候，就私下跟小杰提过，让他跟你离婚。但是这孩子人傻心软，非说什么爱你，说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可是这半年多过去了，你医疗费没少花，眼睛还是瞎的。我可不想让你拖累我女儿一辈子。听到我岳母讲的这番话，我心里忍不住一痛。没想到在我出车祸的时候，还发生过这样一段插曲。如果高洁在那个时候真的选择了跟我离婚，那么我恐怕会彻底的崩溃，人生也再无希望。我从心底里感激高洁为我做的一切，我也从心底里爱着她，所以我无法容忍她的背叛。但如果她真的是清白的，那么我也一定拼命捍卫我们的婚姻，用生命守护我们的爱情。妈，你别叫我妈，离婚协议书我都带来了，上次没用上，这次正好派上用场。我岳母拿出了一张纸和笔，递到了我的面前。你要还是个男人，那就把字签了，也让我瞧得起你一回，从此不要再拖累我女儿。不，我不会签的。如果高洁想跟我离婚，那你叫她自己来见我，除非她让我签字，否则谁也没资格让我签字。呵呵，我看你是不敢离婚吧？你现在是个瞎子，要是跟我女儿离了婚，那么就没有人花钱供你吃供你穿，只能去街上乞讨要饭。我握紧了拳头，如果说这番话的人不是高洁的妈妈，而是别人的话，我已经冲上前去打她的满地长牙。但是如果我对高洁他妈动了手，那我和高洁之间就真的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就在这时，突然门锁发出响声，紧接着有人推开门走了进来。回来的人正是一夜未归的高洁。妈，你来这里干嘛？小杰，你来的正好，我已经跟张小凯把话说清楚了，你也明明白白的告诉他你要跟他离婚，他要是不同意，我们就去法院起诉他。妈，你胡说什么呢？我为什么要离婚？你个傻丫头，他昨晚都把你欺负哭了，你难道忘了吗？你已经伺候了他半年多，咱们于情于理都无愧，跟他离婚，谁也不能说3道4的。你还年轻，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不能浪费在他这个瞎子身上。我岳母的一番话让我心如刀绞，没想到她竟然一直盼着我和高洁离婚。我注视着高洁，咬牙问道：小杰，你真的要跟我离婚吗？当然要离婚，这件事我替他做主了。我没有理会我岳母，继续问高洁：我只听你的，小杰，只要你说你想要和我离婚，我就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老公，我没想和你离婚。高洁的话令我心中安定了许多，甚至有一丝感动。她能够违背她母亲的意愿，坚持跟我在一起，这足以证明她还是爱我的。我正想要跟她道个歉，把这件事情给结束掉，我岳母却气恼地说道：小杰，你这次必须听我的话，他会拖累你一辈子的。等你离了婚，我再给你介绍更好的，你别在他这棵歪脖树上吊死。妈，你让我和小凯先把话说清楚，好吗？高洁看向了我，眼睛湿润地说道：老公，昨天晚上我是不是打你了？对不起，我当时有点气坏了。我知道你爸妈都想让我和你尽快有个孩子，我瞒着你偷吃药，这是我的错，你能原谅我吗？听到高洁主动认错，我的心也软了下来。老婆，昨晚我一夜没睡，我觉得你说的也对，现在的确不是要孩子的时候。等等，我听明白了，原来是你逼着我女儿给你生孩子，她不愿意，你就欺负她了，是不是这样？我真没看出来，你和你爸妈他们的心思够黑的，想用孩子拴住我女儿一辈子，让她给你们家当牛做马，伺候你这个瞎子一辈子是吗？我的脸色顿时也变得有些不好看，但是我岳母说的话却正是我爸妈的想法，这让我无法反驳。妈，你说的太难听了，我说的再难听也比不上他们做的过分。小杰，你跟我走，这里是不能待下去了。我岳母强拉着高洁向外走去，高洁拗不过他妈，只好对我喊道：老公，我先送我妈回去，我会回来的。当他们两人离开后，李春兰有点气愤地说道：你这岳母说话也太气人了，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行了，别提他了。你和高洁不会真的离婚吧？都怪我。你没听到高洁说吗？她不会跟我离婚的。好了，我还要去店里，你送我去坐车吧。
好吧，我让李春兰扶我去坐车，我实在是不想待在家里，听李春兰一个外人为我操心婚姻的事情。丈母娘为了让我跟高杰离婚，以为我看不到，竟然想用签保证书的名义骗我签下离婚协议书。快到中午的时候，高杰来了按摩店。老公，对不起，今天早晨我不知道我妈会来咱家，离婚不是我的主意。你妈说的对，我是一个瞎子，只会拖累你，你应该跟我离婚。老公，你在说什么呢？我从来没觉得你拖累了我，你为什么非要说这种话来伤害我呢？这时一阵开门声响起，接着有一男一女走了进来。爸妈，你们怎么来了？你跟你妈吵成那样，自己跑出来了，你妈担心你就拉着我跟过来了。妈，我没事，你们先回去吧。回什么回？我回去你怎么办？我要跟张小凯谈谈。既然妈要跟我谈谈，那就谈吧，我也想听听妈要说什么。张小凯，该说的话早上的时候就都跟你说了，我就想问问你是不是不想和我女儿离婚？我也说过了，只要高杰想要和我离婚我就同意，但你说了不算。丈母娘看向高杰，而高杰却握住我的手说道：妈，我和小凯是不可能离婚的，他现在这样需要我的照顾。既然小杰不想离，这有你说话的份吗？有你这种当父亲的吗？明知道自己女儿在火坑里，不拉她一把，还把她往火坑里推。我岳父满脸的尴尬之色，低下了头，不再发表意见。张小凯，既然小杰不想和你离婚，那我要你给我做出一个保证。什么保证？很简单，我只要你保证2点。第一点，在你眼睛治好之前，不能逼着我女儿给你生孩子，你做得到吗？我眼睛已经复明了，我岳母并不知道，所以他提出的这第一点保证，对我来说随时都可以解除。好，我答应你，在我眼睛复明之前，绝不再提生孩子的事。第2点，你不许再欺负我女儿，要是她再哭着跑回我们家，我不管谁的错，你必须要答应离婚，能做到吗？听到我岳母提的第2点保证，我不由皱起了眉头，这哪里是保证，简直就是不平等条约。但如果真的让我发现了高杰加入了蝴蝶俱乐部，又和别的男人有了关系，就算是他不同意离婚，我也会坚决离婚。所以这第2点保证我也没什么为难的。没问题，我都保证。你能答应这2点保证，还像个男人。小杰，我和你爸先回去了。我岳母转身就朝着门口走去，我岳父张口说道：小凯啊，2个人能成为夫妻不容易，且行且珍惜。老高，你啰嗦什么呢？快走！我岳母催促了一声，我岳父赶紧追了上去。爸妈，我送你们回去。大概2个小时后，我岳母一个人再次来到按摩店，我假装问道：您好，你是需要按摩吗？张小凯，我是小杰妈妈。妈，你怎么过来了？还有什么事吗？中午你不是给我做了2点保证吗？我怕你会不认账，所以书面写了下来，想找你签个字。他递给了我一张纸和笔。当我看到纸上的内容后，脸色却不由一变，因为那根本不是什么保证书，而是离婚协议书。我本以为我做出保证之后，我岳母就不会再干涉我和高杰的婚事，没想到他竟然想骗我签离婚协议书。张小凯，你在想什么呢？快点签呀，就是一个保证书而已，你有什么好犹豫的？我暗暗攥紧了拳头，要是我签了这个字，那就等于亲手结束了自己的婚姻。妈，这份保证书是给高杰写的，要不然这样吧，等我回家拿给高杰看看，然后再签字怎么样？我岳母一听我要给高杰看，急忙说道：你先签字，签完我拿给他看。妈，我现在看不到了，有些东西我是不能乱签的，除非有第三方在场作证的情况下。张小凯，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你还怀疑我会给你下套吗？你难道不是在给我下套吗？我真恨不得当场拆穿你，看看你会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妈，我可没有怀疑您的意思，但是您如果想要我签字的话，必须是小杰在场的情况下，否则我什么字都不会签。我岳母见我死活不肯签，她也不想跟我撕破脸皮。好吧，既然如此，那我先回去了。妈，慢走啊，我就不送了。我岳母离开按摩店的时候，似乎有点气愤，用力的关上了屋门，发出了砰的一声。被我岳母这样一搅和，我也没心情继续接待其他的客人，看了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就提前回了家。喂，老公，我来店里找你，你怎么没在呀？我忘记告诉你了，我已经先回家了。那好吧，一会我就回去。你告诉春兰姐一声，今晚咱们不在家吃了，我带你出去吃。好端端的为什么出去吃啊？你先别问了，等回家我再告诉你。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高杰就到家了。老婆，咱们为什么要去外面吃啊？是有人要请我们吃饭。谁请我们吃饭呀？我认识吗？呵呵，你不认识，不过你一会儿就认识了。到底是谁啊？佩姐，你不是想把咱爸妈接到市区来住吗？佩姐说认识一个地产开发商，买房可以便宜很多钱，她今晚做东，请咱们一起去见见。我一听说是佩姐请客，不由大吃一惊，顿时有点心虚，心想是不是那个叫莎莎的技师把我给出卖了？除了佩姐和开发商之外，还有其他人吗？还有我们美容会所的2个女技师，佩姐说叫她们去陪客，不会冷场，到时候谈事情会方便很多。那2个女技师叫什么呀？等到了我再给你介绍吧，我也不知道佩姐会带谁过去，我们都是姐们，她们不会对你有什么看法的。既然都是你们美容会所的，还都是女人，要不然我就不去了吧。你不去怎么行？买房子这可是大事，你作为一家之主，这事得你定。而且要是你不去，万一我在外面喝多了，被人占了便宜，你能放心吗？高杰这样一说，弄得我反而不去不行了，因为他之前一夜未归，还有一次下班晚回家，都让我对他造成了怀疑。这次既然能见到佩姐，我正好见识一下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我因车祸失明半年多，一次洗澡的时候摔倒，经意外复明。但当我睁开眼睛看到妻子时，我决定继续装瞎。接上集，我和高洁来到一家叫星河酒店的包间，里面已经坐了好几个人。我扫了一眼，并没有看到莎莎，心里松了口气，但是却看到了汪天成。我没想到他竟然也在这里。高洁朝着所有人挥了挥手。大家好，我们来晚了。小杰，快过来，我帮你引荐一下，这位是豪盛地产开发公司的李总。李总，这位是我们美容会所的副经理高洁，还请您多多关照。李总您好，我是高洁。高小姐你好，我原以为王小姐已经够漂亮的了，没想到高小姐也如此美丽动人，今天真是美女云集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位是我的老公张小凯。听小杰说，张小凯你原先是一名主治医生，医术了得，以后万一我们有个头疼脑热的，可就都找你了。佩姐这番话让我感到很舒服，她绝口不提我是瞎子的事情，反而夸赞我医术了得，足见她在交际方面很有心得，绝对是个交际花。佩姐抬举了，我的医术只能说一般，称不上了得，不过这个头疼脑热还是没问题的。呵呵，张医生，你现在眼睛都看不到了，难道还能继续行医吗？那是不是应该叫盲医？我老公半年前发生了一场车祸，导致意外失明。不过医生说了，他这种失明是可以治疗恢复的。等我老公眼睛治好了，他还会继续做医生。好了，咱们今天是来吃饭聊天的，又不是来看病抓药的。小杰，你们赶紧入座吧。我和高洁落座后，佩姐举起杯子，接着说道：“咱们大家能够聚到一块儿，那就是缘分，大家一起喝一杯。”我们所有人都举杯喝了起来。接着就是一番阿谀奉承后，大家都喝得有点多了。佩姐站起身说道：“乐乐、杨平，你们陪好李总、汪总他们，我去趟洗手间。”她给高洁使了个眼色，似乎也在叫高洁离开。老公，我也想去洗手间，你要不要去？好，我也去。出了包间后，佩姐叫了个服务员扶我去卫生间。我很快方便完，把服务员打发走后，独自一人在门口等高洁他们。这时，我听到女洗手间中传出了佩姐和高洁两人的谈话声。小杰，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红，咱们女人年轻漂亮就这么几年，你可得把握好机会，学会好好享受。佩姐，可是小凯已经怀疑我了，我真怕他有一天会发现。你怕什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更何况你也没亏待他。听到他们两人的话，我心里不由有些吃惊。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在谈论什么，但是很显然，高洁似乎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很害怕我发现。高洁和佩姐两人从女洗手间中走了出来，看到我站在门口，高洁的俏脸上顿时露出了吃惊之色，佩姐则神色淡定地朝着我走了过来。张小凯，你怎么站在这里呀？那名服务员呢？他有事先走了，我刚刚出来，怕走错路没敢离开，在这等你们呢。我假装没有听到佩姐和高洁的谈话，免得高洁对我起了戒心。小杰，你还不赶紧扶着你老公，咱们快点回去，否则李总和汪总就该说咱们的不是了。高洁走上前来扶住了我，她的手有点凉，也不知道是不是心虚的表现。李总、汪总，刚刚失陪了。王小姐客气了。李总，听说您公司新开发的翰林家园马上要开盘了，我和小杰都想要买套房子，不知道您能否给优惠一下？这都是小事，我让人给你们一人留一套，价格好商量。呵呵，那就多谢李总了，时间也不早了，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我们一行人离开了酒店，佩姐已经提前结过账了，李总有专门的司机接送，佩姐给汪天成找了一个代驾。乐乐、杨平，你们负责将两位老总送回家。好的，佩姐你就放心吧。乐乐和杨平他们各自跟着汪天成先离开了。小杰，这件事基本上搞定了，等明天我再找这个李总要个特惠的低价。佩姐，这件事真是多谢你了。呵呵，都是自家姐妹，客气什么？行了，我也回去了，你们俩路上注意安全。老婆，买房这是件好事，但是我不希望是通过别人的牺牲来帮我们达到目的。别人的牺牲什么意思？你是说今晚佩姐请客吗？你放心吧，今晚请客的钱我会还给她的。你是真傻还是在装傻？你难道没看到杨平、乐乐两人在讨好李总、汪天成他们吗？佩姐是什么人我不了解，但是她用这种牺牲他人色相的手段来达成目的，这让我感到恶心。老公，你在说什么呢？杨平、乐乐他们只是陪着喝喝酒、聊聊天而已，哪里牺牲色相了？你怎么能把佩姐想得这么邪恶？她可是为了帮咱们。好吧，可能是我想多了，希望杨平、乐乐两人没有牺牲太多。我脑海中不断的胡思乱想，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过去。我因车祸失明半年多，一次洗澡的时候摔倒，经意外复明。但当我睁开眼睛看到妻子时，我决定继续装瞎。接上集。第二天中午的时候，我锁了按摩店的门，正准备找个地方去吃点饭，突然有人在后面叫我：“喂，张小凯。”韩林呐，你怎么来了？难道又要请我吃饭？抱歉，我不去。哈哈哈，你这人怎么这么记仇呀？上次我不就喝醉了，让你帮忙付了个钱吗？后来我不是把钱给你了？我们正说着，一辆跑车疾驶而来，停在旁边，车上下来个痞里痞气的男人。
韩琳娜，这男的是谁？是谁跟你没关系。赵鑫，咱俩已经玩完了，结束了，你能不能别再纠缠着我？哼，韩琳娜，本少爷追了你这么久，费了这么多心思，你说玩完就玩完，我还没玩够呢，除非你陪我一晚，否则这事没完。听到这个叫赵鑫的这番话，我大概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原来是这家伙追求韩琳娜，但是显然没有得手，所以他才对韩琳娜死缠烂打。赵鑫，你无耻！韩琳娜气呼呼地看了我一眼，随即指着我说道：“他现在是我男朋友，你想让我陪你，你问问他答应吗？”赵鑫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旁边的盲人按摩店。韩琳娜，你现在的品味这么低吗？竟然找个盲人按摩店的穷逼当男朋友，你觉得我会相信你的话吗？韩琳娜突然在我脸颊上亲了一口，我有点错愕地看着韩琳娜，完全没有任何防备，就被她给偷袭了。现在你信了吗？赵鑫神色阴沉了下来，似乎被韩琳娜的举动给激怒了。韩琳娜，算你狠，你们给我等着！赵鑫转身上了他的跑车，发出了一阵震耳的咆哮声，很快就消失不见了。那个。抱歉了，刚刚我不是故意亲你的，实在是赵鑫那家伙太难缠了，不让他死心的话，他肯定还会纠缠我，我都快被他烦死了，所以才借你当挡箭牌。哦，原来是这样，你加入蝴蝶俱乐部不就是想找个有钱的金主吗？现在有富家少爷追求你，你怎么反而拒绝了呢？我是想找个有钱的金主，但不是谁有钱都可以，我没那么贱。赵鑫这混蛋口口声声说喜欢我，但竟然背着我跟我别的模特朋友搞上，这种人就是渣男中的人渣。听完韩琳娜的话，我对这个赵鑫也是厌恶无比。那他以后再纠缠你怎么办？我听他离开前说的话，可能会报复你。哼，他能把我怎么样？最多就是阻止别人请我出席一些活动，让我少挣一点钱罢了。不过倒是你要小心点，我跟赵鑫说你是我男朋友，他说不定也会报复你哦。你一个女人都不怕，我更不怕他，他难道还能阻止别人来我这里按摩吗？好吧，不说这个了，走吧，咱们去吃饭。说完，韩琳娜便朝前走去，我犹豫了一下，随后才跟了上去。反正我现在已经被他当作挡箭牌，就算是现在想撇清关系，赵鑫也未必相信。吃完饭之后，我就回到按摩店继续工作。直到下午下班的时候，高杰来按摩店接我回家。我们刚走出按摩店没多远，忽然2辆摩托车驶来，堵在了我们前面。车上下来了4个戴着头盔的人，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家伙。你们想干嘛？我们不想干嘛，就想借点钱花花。各位大哥，既然你们是图财，那就好办了，只要你不伤害我们，我们把身上的钱都给你们。我从口袋里掏出了今天做按摩赚的几百块钱，递了过去。就这么点钱，你打发要饭的呢？我这还有1000多块。各位大哥，我们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你们，就放我们一马吧。这时，领头的这个人看了一眼高杰，随即说道：“嘿嘿，这女的长得挺漂亮啊，我改变主意了，不仅要劫财，还想劫个色。你要是识相的，就滚一边去，要不然就别怪我们哥几个不客气了。”听到对方如此无理的要求，我顿时就怒了。高杰也害怕的不行，颤声道：“老公，咱们怎么办呀？”一会儿我拦住他们，你先跑，喊人来救我。你小子不识抬举，那就别怪我们哥几个不客气了。兄弟们，先把这小子揍一顿，别让那女的跑了。随即4个人都朝我和高杰围了过来，我一咬牙，一把推开了高杰。快跑，不要管我，快去喊人，别让他跑了。紧接着其他3个人去追高杰，我则和领头的打成一片。你们3个先别追了，快过来帮我，这小子劲挺大。随着其他3个人的加入，我一下子就落入下风。这一棒结结实实的打在了我的头上，我顿时感到头嗡的一声，眼前一黑，彻底没有了意识。我因车祸失明半年多，一次洗澡的时候摔倒，经意外复明。但当我睁开眼睛看到妻子时，我决定继续装瞎。接上集，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已经出现在医院中。老公，你醒了，谢天谢地，你没事太好了。我这是怎么了？高杰擦了擦眼泪，他先按下了床头的呼叫按钮，然后才说道：“老公，你不记得了吗？我们在回家的时候遇到了劫匪，你让我先跑去找人求救。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你满脸是血的躺在地上，你当时的样子把我给吓坏了，我还以为你……”这时，病房里走进来了好几个人，有医生、护士，还有身穿警服的人。麻烦你让一下，我给他做一下检查。医生拿出了手电筒，照射了一下我的眼睛，我的瞳孔不由自主地收缩了一下，这是身体的自然反应，除非我是真瞎子，否则我根本没办法控制。医生，我老公之前出过车祸，颅内有血块压迫到了视神经，造成了眼睛失明，这次头部又受到重创，会不会对他眼睛又造成更大的伤害？你现在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吗？头疼，特别的沉重，还有点眩晕的感觉。医生点了点头，对高杰说道：“他的这些感觉都是正常的，头部受到重击的人都会有这些感觉。我刚刚照射他的瞳孔，发现他瞳孔有明显的收缩反应，这说明他的眼睛是完好的。不过他脑部受到重击，很可能令颅内血块发生恶化。如果继续扩大的话，那么他可能不只是视力受损，很可能还会其他身体功能也受损。不过现在只是我的推测而已，颅内血块究竟如何变化，还要等他的脑部 CT 出来之后，我才能有所判断。”陆医生，那我们能对病人进行一下询问吗？病人刚刚苏醒，身体还很虚弱，希望你们能够减少询问时间，尽量让他多休息。好的，我们只问几个问题。张先生，我们是云州市公安警察局的，我叫王金忠，我想问你，在你和你妻子分开后，你跟劫匪是否发生了搏斗？是。
那你能否描述一下当时的打斗过程，或者一些你记忆比较深刻的，这样方便我们追捕那些劫匪？我当时因为什么都看不到，只能听到声音，所以胡乱的冲上前去，跟其中一名劫匪抱在了一块。后来不知道是谁打了我的头，我就昏了过去，什么都不知道了。你说的这些根本一点用处都没有，还不如你妻子提供的消息有用。叶薇，注意你的言语。师傅，我也没说错什么呀。我一个瞎子，你们能指望我提供什么有用的消息？张先生，不好意思，那你先休息吧，我们就不打扰了。我们会尽快侦破这起抢劫案，将劫匪绳之以法。再见。第二天下午的时候，高杰回家了，说是要洗个澡，顺便换身衣服。我本来想好好的睡一觉的，但是没想到昨天的那个女警官又来了。张先生，你好，我是云州市公安局的叶薇。昨天我和我师傅王金忠警官一起来过，你还记得吧？哦，叶警官，我记得，不知道你来有何事？是抓到劫匪了吗？抱歉，暂时还没有。那4名劫匪很狡猾，我们调了各个路口的监控摄像，发现他们打完你之后就立刻出了市区。我来是想问问你，你最近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哦，你别误会，我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我怀疑这并非是一起偶然性的抢劫，而是一起伪装成抢劫的刻意报复案件。要说得罪人，那我唯一得罪的恐怕就只有赵鑫了。赵鑫追求韩玲娜，韩玲娜说我是她男朋友，还当着她的面亲吻了我，很可能是这样激怒了赵鑫。我暗暗攥紧了拳头，如果真的是赵鑫指使人干的，那么我一定饶不了他。可是如果牵扯出赵鑫，就必然会牵扯出韩玲娜，而我是假盲人的事情也会被揭穿。张先生，你是不是想起了什么？没有，我什么都没想起来。叶警官，我一个瞎子能得罪什么人？你可能是搞错了，这就是一起偶然性的抢劫而已。劫匪抢什么人，这都是随机的，只是我运气不好被他们给撞上了。叶薇听了我的话后，打量了我几眼，并没有怀疑我在说假话。张先生，我昨天给你妻子做笔录的时候，她说你是因为半年前出了一场车祸，才导致双目失明的，对吗？是的，我怎么失明的？跟这件事情没关系吧？本来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我回警局后调了一下你半年前的车祸案件查看，发现了一些蹊跷的地方。有什么蹊跷？根据案卷记载，你当时是下班回家的路上遭到了一辆法拉利跑车的冲撞，被人发现后报了警，对吗？这我记不清楚了，因为我当时昏迷了好几天，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了。关于我车祸的处理，都是由我妻子来做的。原来是这样，那你肯定也不知道这个案子最后私了了。你说什么？私了了？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这个案子当时因为是交通事故，最先是由交警部门处理的，只是因为牵扯到了人命，最后才转交给了我们。那开车的人最后什么处罚都没有吗？开车的人已经死了，你还想要什么处罚？死了。我满脸的错愕，本来我以为叶薇说的牵扯到了人命，说的是我被车撞了的事，原来是指开车的人死了。我因车祸失明半年多，一次洗澡的时候摔倒，经意外复明。但当我睁开眼睛看到妻子时，我决定继续装瞎。接上集。叶警官，你把我说糊涂了。你一开始说怀疑我的车祸和抢劫的事情有关，现在又说事情私了了，开车的人死了，那是谁跟谁私了的？这跟我被抢劫又有什么关系？张先生，你先别着急，听我给你详细介绍一下案情。在你出车祸的当天，那辆法拉利撞了你之后，又撞到了路边的树上，车内当时有一男一女，男的叫林天豪，是一名富二代，法拉利就是他的；女的叫做胡庆庆，是一名女模特，死的人就是他。据说当时是他开的车，他和林天豪两人都喝了很多的酒。因为一场车祸，差点让我后半生都在黑暗绝望中度过，只是没想到自己竟然是这样出的车祸。这些富二代真是可恨，醉驾等于是谋杀。这个案子因为开车的胡庆庆死了，再加上你们双方达成私了，所以被认定为案子已结。事后的赔偿都是由林家赔偿的，并没有追究林天豪的责任。但是有一点我很疑惑，根据林天豪的笔录记载，他说自己当时是坐在副驾驶，胡庆庆坐在主驾驶。一般来说，出了车祸，副驾驶的死亡率远远高于主驾驶，但林天豪只是脸部被碎酒瓶划伤了。除此之外，还在主驾驶发现了林天豪的许多血迹。根据他自己交代，是在救胡庆庆的时候弄上的血迹，而巧合的是，胡庆庆的血迹出现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我的脸色渐渐阴沉了下来。叶薇的话说到这个份上，我要是再不明白其中的疑点，那么就是傻子了。叶警官，你是怀疑胡庆庆并不是当晚开车的人，林天豪才是，胡庆庆只是替他背了黑锅，对吗？我是一名人民警察，只根据证据说话。当时也有很多人有过这个怀疑，甚至有一个胡庆庆的女模特朋友，当时还爆料过，当晚是林天豪开车带胡庆庆离开的。那你们为什么不追查下去？我忘了告诉你，林天豪的身份是云州市林氏集团老总林守山的儿子。林守山是云州市排名前5的富豪，在云州市商界影响力很大，而且当时上面似乎有人下达了压力，再加上受害者主动要求私了和解，所以案件最后才不了了之。我跟你说这些
些，并不是想要刺激你，我只是觉得你这次被抢劫挨打有点蹊跷，猜测会不会是林天豪找人报复你，因为那场车祸令他毁容，脸上留下了一道疤痕。我现在完全听不进去叶薇在说什么，我只想弄清楚高杰为什么会同意私了。时隔半年之久，我一直以为当初撞伤我、害我失明的车祸凶手已经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林天豪，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人。事情过了这么久，如果他想报复我，又何必等到现在呢？看来是我想多了，很抱歉打扰了你这么久。如果案件有新的进展，我会再来通知你的。叶薇转身离开了病房，我的内心却始终无法平静下来。直到高杰回了医院，我依旧没有从叶薇说的那些话中摆脱出来。老公，你怎么了？在发什么呆呢？今天下午那个叫叶薇的女警官来过。是吗？她来做什么？是案子有进展了吗？叶薇来问我有没有想起什么有用的信息，她说你告诉过她我是出了车祸失明的。当时做笔录的时候我跟她提起过。叶薇跟我聊起了我车祸的案子，她说最后私了了，是这样的吗？高杰的脸色一慌，看到他这副举动，我不得不怀疑他是不是隐瞒了我什么。老公，既然叶警官已经都告诉你了，那么我也就不用瞒着你了。这个案子当时警方告诉我，肇事司机是胡庆庆，他已经死亡了。林天豪虽然在车内，并不是他驾驶的车，但是他也有连带责任。只是后来林家的律师私下找了我，要求私了这件事。那你为什么要答应？难道你没想过林天豪可能才是肇事司机吗？当时你刚刚出了车祸，生死不明的躺在重症监护室中，我连给你做手术的钱都没有。林家的律师告诉我，如果我打算追究林天豪的责任，那么他就会跟我打官司，一直拖下去。他说，就算我能拿到赔偿，那也至少要等1年以后。他知道我需要钱给你做手术治疗，逼着我同意私了，放弃追究林天豪责任。他会立即支付赔偿和医疗费用，不用等保险公司来赔付。这混蛋律师！再加上当时负责调查的交警和警察也告诉我，林天豪没什么太大的责任，就算是追究他责任，也只是赔点钱。我总不能为了追究林天豪的责任，置你的生死于不顾吧？老公，这件事我一直瞒着你，心里总觉得有愧疚，今天终于说出来了，就算你怪我，我也无话可说。看着高杰哭得这么伤心的样子，我原本满满的怒气消减了许多。她毕竟是一个女人，在那种关头，她受人胁迫也是在所难免的。而且叶薇跟我说的这些话，也只是她的推测。就算叶薇的推测是事实，以林家的财力和影响力，又有上面的人下达了压力，连警察都放弃了追查。高杰她一个女人又能奈何？算了，这件事情怪不了你，怪只怪林家财大势大，我们普通人斗不过他。我不想让高杰背负上什么心理负担，所以假装放下了这件事情。我在医院中住了2天，就有些住不下去了，就吵着要出院。高杰也拿我没办法。张小凯，欢迎你回家，一会儿我去菜市场买条鱼，给你做个糖醋鲤鱼补补身体。老公，既然你回家了，家里有春兰姐照顾，那我就去上班了，等晚上回来再陪你。好，你去吧。高杰离开家之后，我就回到了卧室中休息。我拿出了手机，想找本医书看看。这时，微信收到了一条信息：张小凯，你死哪去了？按摩店怎么没人？我一看信息是韩玲娜发来的，心中不由一动。正好我也有点事情想问她。我前2天受了点伤，今天刚出院，你在按摩店那边等我一会儿，我半个小时后就到。跟韩玲娜约好了之后，我谎称按摩店有事，让李春兰送我去打车。我因车祸失明半年多，一次洗澡的时候摔倒，经意外复明。但当我睁开眼睛看到妻子时，我决定继续装瞎。接上集。张小凯，你脑袋怎么了？我前2天遇上劫匪了，被打伤了头，现在警方还没有抓到呢。哈哈哈，真的假的呀？你不是骗我吧？我没跟你开玩笑，我被打伤那天，就是你来找我那天，我怀疑这是跟赵鑫有关系。我一提到赵鑫，韩玲娜的神色就认真了起来。你是说，是赵鑫找人假冒劫匪打的你？这种事情他还真干得出来，这个混蛋也太阴险了。那你伤的不要紧吧？没什么大事，就是头被打破了而已。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我去找赵鑫算账，给你出了这口气。你别去，我只是怀疑，又没有证据。这件事情警察已经在查了，只要找到劫匪，如果真的是赵鑫指使的，那他逃脱不了干系。我今天来找你，其实是有别的事想跟你打听一下。还有什么事？你认不认识有个叫胡庆庆的？胡庆庆，你怎么知道他的？看韩玲娜有些吃惊的样子，我心中暗喜，看样子韩玲娜果然认识他。你真的认识他？那你跟他熟吗？谈不上很熟，但是彼此也认识。毕竟云州市的模特圈子也就那么大，模特大都互相见过面。他半年前出了一场车祸去世了，你打听他做什么？半年前胡庆庆的那场车祸撞到的人就是我，我因为那场车祸重伤住院，还造成了失明。我妈也因为这件事受到刺激，造成了脑出血。幸好老天爷可怜我，半年后让我意外复明。不会真有那么巧吧？但是胡庆庆已经死了，你打听他做什么？我听人说，半年前那场车祸开车的其实不是胡庆庆，而是一个叫林天豪的富二代。我想弄清楚这件事是真是假。
这件事情我也听说过，但是也有人说这是恶意诬陷，因为交警和公安部门都证实林天豪是坐在副驾驶的，而且林天豪可是林氏集团老总的儿子，是云州公子哥圈里鼎鼎有名的人物，赵鑫根本没法与他相比。不过这半年多时间，林天豪好像凭空消失了一样，很少听说他的消息，也没有见他露过面。许多人都说林天豪是因为胡庆庆的死伤心欲绝，所以才不再露面了。林天豪半年没露面了，这个消息倒是让我有点意外。我听人说有一个女模特爆料，车祸当晚其实是林天豪开车带着胡庆庆出去的，并非是胡庆庆开车。你听说过这件事情吗？我当然听说过，那个女模特好像叫程璐，跟胡庆庆是好姐妹，不过我不认识她。自从车祸之后，没过多久，这个程璐也消失了，很多人都说她去外地发展了，也有人说她退出模特这一行，回老家去了。程璐可以说是这场车祸案件的关键证人之一，但是现在却下落不明。要说其中没有蹊跷，打死我也不相信。程璐也消失了，这么巧吗？她不会是被人给灭口了吧？张小凯，这件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现在也好好的，就别再去追究到底是谁开的车了。林天豪这种级别的公子哥，不是你能招惹得起的。要按你这么说，他们林家的人犯了罪，还能够逍遥法外，穷人就活该被他们欺负吗？我就不相信他们林家还能凌驾于国家律法之上。只要我拿到切实证据，我就不信对付不了林天豪。你怎么这么倔啊？不撞南墙不回头是吗？等你撞个头破血流的时候，别怪我没提醒你。谢谢你的好意，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这件事情不弄清楚，我心里这辈子都会记挂着。你能帮我打听一下程璐的下落吗？韩玲娜低下头没有说话。算了，你如果觉得为难，我就不强求了，我找其他人帮我调查。哼，你这头上的伤算我欠你的，我帮你打听程璐的消息，不过你也别抱太大期望。还有，你想调查这件事情，不要大张旗鼓的，也不要告诉太多人。我明白。我不由露出了笑容。虽然我和韩玲娜认识不久，彼此之间也谈不上什么交情，但是和她相处起来，她给我的感觉是值得信任的。那就这样吧，有消息了告诉我，我先回去了。我回到家没一会儿，高姐打来电话。老公，我想跟你商量点事。什么事？这时手机中传出了佩姐的声音。喂，张小凯，我是王佩，是这么回事，房子的事情已经谈妥了，我今晚想要摆酒答谢李总和汪总他们，想让高杰陪我一块去。本来呢，我是想让高杰带你一块来的，但是他说你伤还没好，不想让你太劳累，不过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小杰的，吃完饭就送他回去，你看可以吗？本来如果是高杰跟我商量这件事情，我还可以说让他别去，但是佩姐亲自跟我说，这性质就不一样了。要是我说不让高杰去，佩姐会觉得我不给她面子，还会觉得我这个人小气。而且买房子这件事情，我们是占着便宜的，总不能只让佩姐一个人忙前忙后。呵呵，当然可以，佩姐，那小杰就麻烦你照顾了。放心吧，我会照顾好他的。一转眼都快10点了，高杰还没回来，我快有点坐不住了。张小凯，要不你给高杰打个电话吧，都这么晚了，她一个女人在外面不安全。话音刚落，一阵敲门声响了起来。肯定是高杰回来了，我去开门。门打开之后，果然是高杰回来了，但是高杰的头发有些凌乱，衣服也不整齐，脚上只穿着一只鞋，整个人也摇摇晃晃的。高杰，你这是发生什么事了？不会是被人欺负了吧？看到高杰这副狼狈的样子，我心中也是不由一沉，隐隐觉得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没事，摔了一跤。哎呦，你怎么喝了这么多酒？我好困，先去睡了。高杰摇摇晃晃的回了卧室。我回到卧室的时候，高杰已经睡着了。我仔细的打量起了高杰，我忽然看到他脖子处有红色印记，这种红色痕迹我再熟悉不过了，因为这是吻痕。我脸色瞬间难看无比，狠狠的攥起了拳头。我很想将高杰给叫醒，问清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他睡得太死了，根本不可能叫醒。